王博士，王博士，我们穿越了！许边，是我，我们怎么在这儿？还有您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？啊！看了不知道多少本穿越小说，现在终于穿越了，这博物馆没白逛，哈哈哈！我还穿得这么帅。这是古代，又不能当明星，长得好看有毛用？也不一定是古代啊，说不定是架空，是玄幻。你想啥呢？在博物馆穿越，当然是古代。古代也好啊，可以抄诗、抄词、抄小说，咱们可得好好分分，每人抄一个类别，可别抄重了。还抄小说？你真当网文啊？你是博士吗？什么专业的博士？我不是博士，是博士生。这有什么区别吗？只有通过博士论文答辩的才叫博士。你学什么的？文学。那顶个蛋用！文学又不懂历史，穿越没球用。王博士可是古典文学的专……古典文学又如何？懂历史吗？能默写《红楼梦》吗？我跟你讲，别说博士，就是博寿后也默说不了《红楼梦》。你真的写不了吗？这不明摆着吗？我就告诉你，全国根本不可能有人能默写《红楼梦》。你说我讲的对不对？你知道什么是红学家吗？就是刘兴文也续写过《红楼梦》。他续写的算个什么东西？能和原著比吗？再说，我说的是默写，默写和续写有什么关系？你们觉不觉得我们说话的口音有问题？没问题啊，还和以前一样。没觉得有什么不一样。你想说什么就说啊！桃花，桃花开，桃花败。桃花开，桃花败，这是什么？所以我们现在是穿越到汉到唐之间的某个朝代。那我们可以抄宋词了。不管是汉唐间哪个朝代，肯定没有宋词啊。你是不是会背的诗词多？到时候得贡献出来，可不能藏私。就算是唐代，词也是墨迹小道，想凭几首宋词安身立命，刘宇半生沉沦，将靠终生撩断。不行，我妈还在现代，我得想办法回去。王博士，怎么办？我女儿才5岁，不回去不行啊！话说古代贵族娶妻有人数限制吗？哼，你们问他有毛用？比问你强！我真是笑了，像你这……先说正事，你们还记得穿越前的场景吗？我记得我们之前在博物馆里，当时我和你在看一个古代遗址出土的祈福瓷瓶，对，是有一个瓷瓶，我也在看。所以我们应该是一起看那祈福瓷瓶的时候发生了时空穿越，也就是说，哥们儿，告诉你个好消息，咱们穿越了，以后这天下就是咱们的了。哼，中二！你没事吧？你这心理素质也忒差了吧？怪不得醒得最稳。是好像。站住！你要去哪儿？没。Which movie do you like best？ 什么？发神经！你个傻！松手！随便说一部，只要能说出一部就行。鬼呀！鬼呀！恶鬼上身了！鬼呀！快追！他不是现代人！来人呐！有鬼呀！你等等，我们不是鬼。5个人围着魂瓶昏倒，4人魂穿，1人不变。他未必知道穿越是怎么发生的，但他知道这些身体原来是谁，知道他们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。站住！什么人？救！跑！快跑！谋杀！他用许边挡箭。这个死了，这个也死了，剩下那3个
低头闭眼，都别动，否则即刻射杀！都站起来，快点！你们有多少人？快说，不然就是死！就我们3个，没有了。何时越境？越境？我们没有越境。没越境，为什么前行阿曲林？我乃阿曲树使长，昨日接鲁阳遗文有北谍潜入，说的是不是你们？不是，什么北谍？冤枉啊！北谍是什么？我们真不知道。如果是千行，就不会跑，更不会大喊大叫了。对，就是这样。你们可能在逃避追捕。如此奔跑，身后必有追兵。我们停了这么久，追兵在哪儿？户籍地。地名沿节各朝不同，编错一个字就是破绽，而且不知身处何地。说本地人要报具体住址，说外地人他们会要过所。我是岭南人。我来自海外大不列颠国。你是真敢编。你呢？浮浪人。你们既然一个是岭南的，一个是海外什么不湾国的，那把过世拿出来吧。一听就知道你们在鬼扯。没关系，咱们慢慢磨。至于浮浪人不归我管，去灵溪吧，运气好的能喝着豆粥。我也是浮浪人。我也是，我们都是。闭嘴，满口谎话，不是北条就是逃奴，要么是哪流窜来的匪寇，还浮浪，浮你娘的浪！伍子，先把那个真浮浪人送走。他是假的。你放什么屁？如果说我不是真的，那他也不是真的，我们是一起的。是一起的，我们一直是一起的。我和他们不是一起的。就是一起的。一只螃蟹好不容易爬到狂岩，被另外2只拽回去了。这他娘的也太乱了。既然扯不清，那就都留下吧。饭到我手里，日子可不好过。不过你们3个皮相还不错，尤其这个俊得跟个小娘子一样，这个也可以哦。你们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等会儿就知道干什么了。我们队主正好好这口，你们有福喽！中古南风盛行，西妖国主慕容冲都被抓去做过男宠，怎么把这茬给忘了？都抓起来！最俊的那2个送给队主，壮的留给文书。快向东跑！你们把钱藏好！这么多个人，还有张弓，跑不掉。跑啊，接着跑啊！这是桑木弓，你再跑20步也能把你当兔子射。2个兔崽子敢跑，我会智言、智精眼，我能。不提高原笑哀，求情杀白鸟飞回，无边落不。为什么别人穿越风流快活，到我这儿就成了这样？我明明是主角啊！他俩喊什么？好像一个说他是卖盐的，另一个在念歌词。把这个也抓起来，这个比较乖巧，队主肯定喜欢。我乃琅琊王世子，犯我者诛之！你他娘的还真敢编！就你这穷样，再过8辈子也投生不到王家。他们知道琅琊王氏保押对了，现在把戏唱下去。我穷，我家随便一棵珊瑚树就够买你们所有人的命。你说我穷，这身衣服是为了躲避贼人换的，也难怪有眼无珠了。老子没工夫听你扯淡。老三，丁九，按住他！你们2个如果想被一灭3族，那就来。你们傻了，还信他？就算真是琅琊王氏，也不能灭人全族。这摆明了是刁民冒充，这么简单的道理看不出来？你难道没听说过陵上见贵，谓之恶逆？也对，你一个小小市长，懂什么？恶逆者，杀其身，诛其家，没其财。我家世代华旧，我二叔在京中任散骑常侍，我若出事，必然上达天听。你以为我说灭你们全族是开玩笑的吗？实话告诉你们，本公子姓王，王阳，字之言，取自《诗经·洪风君子偕老篇》：“子之清扬，阳且之言也。”若非途中遇贼，我早就和我二叔派来接我的人碰面了，还会停在这个破地方？凭什么？我念杜甫的诗没人理，长短不惊就把人镇住了。主角到底是谁？琅琊王氏。那，你身上有能证明身份的文书吗？没听我说话吗？途中遇贼，连衣衫车架都不能保，黄衣文书。可这没有凭证。虎蝶户籍为证，如何说没有凭证？
你尽管去查。算了，我也不为难你，就给你个凭证吧。你去给我捡根树枝来。我去吧。早知道刚才就该自己去捡。啊，这是符咒啊！看清楚了，这是天师道最正宗的通光符。我琅琊王氏世传天师道，这个你总不会不知道吧？哥，快和他们说！哥，快和他们！啊！小杂种，你敢！你们两个狗碟子，潜入越境，还敢冒充我琅琊王氏！什么？他是假的，他不是琅琊王氏，他才是冒充的。这小杂种是假的，敢打老子，他才是冒充的。公子刚才说碟子，什么碟子？难道他们真的是北谍？你真的不知道？我知道什么？放屁！什么飞碟？我都不知道飞碟是什么。他诬陷我，别信他。他是假的，他根本不是琅琊王氏，你们信他就是蠢。让他们闭嘴。假的，他是冒充的。按你的身份，本没资格知道这事。不过眼下要用你，告诉你也无妨。鲁阳遗文说有北谍入境，说的是如何入境？据说是潜入。他们是有人接应，有奸细，就在军中。从何说起？公子的消息是从哪儿来的？此事干系甚大，非你等所宜知。我路上遇袭，恐怕也与此事有关。你们若不怕日后被灭口，我现在就可以说给你们听。不用不用，公子千万别说，我们都是当兵的，哪懂这些？遇袭之后，我逃难途中遇到4人，结伴同行。夜里，我听到他们用胡语交流。公子竟然懂胡语 ？Just so。啊！不值一提。那是英语，你们被骗了，它是假的。我也会说 Fine, thank you and you， 这是英语，假的。这小崽子不是琅琊王氏，他撒谎，他在骗你们。算你们运气好，不知不觉间立了一功。这2个加上刚才被你们杀的2个，都是北谍。现在裁下他们右衣袖上的布，这个位置上面有他们的身份密实，一看便知。照公子说的做，快！这什么都没有啊！什么都没有啊！如果这么容易就能看出来，那还叫密实？来人，生火！他杀过人，他身上背着大案子，他要谋反。这小崽子一头好了谋反。来看。敢问公子，这个图案是什么意思？这是太阳。胡人自古崇日拜月，《史记》里写的明白：单于朝出营，拜日之始生，夕拜月。你知道每年越境的北调有多少？发展的下线又有多少？就连军中都有他们的内应，不然我一见到你们，早就掀了他们的底，何必等到现在？北调入境者众，人员复杂，互不相属，为方便相认，有的会在右袖印上密实，确认身份。几人同行，有密实者为主，无密实者为副。此事乃朝廷机密，我只能说到这儿。你若觉得自己活够了，尽可以对外宣扬。不敢不敢，小人绝对不敢宣扬。骗子，他是骗子，别信他，他不姓王，他杀了人好几个人。他是假冒的冒牌货，他意图造反，谋朝篡位。这2人怎么处理？押回去，严加拷问。太麻烦。那公子的意思是，这不合规矩吧？他们既是北谍，带回去总能审出些什么？规矩？刚碰面的时候，你问都不问就射杀2人，还要把抓到的人送给上官玩乐，这又算什么规矩？之前天色太恩，又有鲁阳遗文。放心，我不管这些闲事，我只是提醒你，这2个人留着未必是好事。他们可不知道什么该说，什么不该说。不要信他，他不是琅琊王家人，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。姓王的，你全家不得好死！遵命。
老三，丁九，奉王公子的令，把这2个碟子做了。王博士，王博士，我错了，王哥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以后都听你的，我是主角啊！你们都被他骗了，他才是北谍，他是最大的北谍。你们报给将军，一定重重有赏。小崽子，你犯了法，故意杀人，你永远回不去了，你不得好。请王公子随我们去见薛队主。哼，见他，一个微末下吏，哪值得我去见？你现在回去，告诉他我在这儿，让他立即来见我。是，如此荒野，公子岂能没有护卫？老三、丁九，你们留下服侍公子。师长，那4具尸体还得斩首归拢，老三和丁九忙着这事，没法护公子周全，让我也留下吧。也好，小心些，别让人跑了。公子先坐这儿歇歇，我去给公子找点水喝。水来喽，公子，这是小的刚打回来的山泉水，请公子解解渴。冒姓狼牙只是权宜之计，一会儿还要对付那个对头。更要命的是，我连自己在哪个朝代都不知道。东晋、宋、齐、梁、陈5朝里，我最熟东晋，最不熟的是齐。得在那个薛队主来之前弄清楚，不然编瞎话都没法编。直接问国号，狼牙王氏连国号都不知道，那就露馅了。看钱币，南朝币制混乱，新旧并用，看了也白看。你们当兵几年了？小的当了5年戍卒了。回公子的话，小人从军8年。哦，那算是老兵了。为什么要从军呢？糟了，士兵制，他们是兵户出身，父祖世代为兵，这是人尽皆知的常识。原来你们是兵家子，不是应募的白丁。公子说的是，我们哪有福气做白丁？那你们识字吗？不识，识得几个。你叫什么名字？竟识得字，倒是难得。公子见笑了，小人叫黑汉，为了教自家丫头，自己胡乱学了一些，总共也不认识几个字。黑汉，那我考考你，我们的年号作何解啊？这年号都是京城里的大人们定的，小人哪里懂啊？没事，你但说无妨。意思是永远明亮，永远明亮，永明。小人是乱说的，还请公子指教。你先说说年号是什么？永明。永明，南齐5朝之中我最不熟的朝代，历史最短，政局最乱。王公子，王公子，敢问公子，这永明的年号到底是什么含义啊？永远昌明。原来如此。诗大雅言，昭明有容，高朗令中。又言君子万年，永熙作应。凡欢乐，莫不忘长久；凡光明，莫不死恒远。是以长夜之饮不绝，万岁之助盈耳。所谓永明者，实是君子私助之意，难望我大齐明德赫赫，享世永长。公子学识渊博，真让小人开了眼了。公子好厉害，满肚子的学问，一出口就是文章。来了。你是怎么带的兵？天子早有敕言，边防宜重，警哨须严。北谍在你辖区住了2天，你一无所察，你当皇上的话是耳边风吗？小人不敢，小人不知啊。哼，也算你运气好，若非你手下杀敌立功，又救了本公子，你就是有10条命也担待不起。不过毕竟北谍已死，这件事我不追究了。多谢公子海涵。我再问你，你明知我在此处，为何姗姗来迟？来了连马都不带一匹，难不成让我走路？是不把我狼牙王氏放在眼里？不敢不敢，小人怎敢怠慢公子？只是营中无马，小人确实无能为力啊。
你姓什么？叫什么？哪年哪月做的队主？卑职姓薛，名陵，永明6年4月生的队主。你知道你做了几年队主吗？知道，还有10多天，正好完2年。永明8年4月，记住了。亏你还知道自己做了2年对职，这也就是遇上我，换了我族兄，直接找个罪名把你办了，你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。是，不过毕竟是你的人救了我，我不是知恩不报的人。行了，起来吧，我乏了，找地方给我休息。皇帝敕诏那句话，让我一字一字跟着念都念不顺口了。算了，等王文书回来再说。那老小子毕竟读过书。你等等，重新说。他说他二叔当的是什么官？好像是散骑什么事？散骑常侍。哦，对，有点像，好像就是这个。能确定吗？差不多。怎么了？发现什么了？你先下去。你看出什么来？快说呀！想急死我呀！这个人应该是假冒的。你说真的？这种事我会开玩笑吗？我刚从州府回来，现在的散骑常侍是南平王兼领骁骑将军萧睿，根本就不是琅琊王氏。公子您别动啊，马上好，马上好。轻着点儿。是，小的一定注意。松点儿，勒断了算谁的？怎么了，公子？王公子，我们队主有请。不对，他们在等我。今日得见琅琊王公子风采，真是三生有幸。你站起来。公子，这是我们队的王文书。不知道的还以为哪家士大夫驾到了，就是尚书台的令史，在本公子面前也没有坐着的道理。你一个芝麻驴肚的小吏，也配坐着跟我说话？公子好大的口气，不过也对，令叔既然贵为散骑常侍，自然目无下臣。散骑常侍，他查过了，散骑常侍全国就那么1、2个人，名字必定下传州府，一查就穿帮。怎么来讽刺我叔父不是散骑常侍？我家世代衣冠，平流进取，坐治公卿，哪用得着资里计较官位大小？不是散骑常侍又如何？什么？难道你二叔不是散骑常侍？是谁说我二叔是散骑常侍的？我记得就是什么？本公子明明告诉过你，我二叔是散骑侍郎，你夸大职位，是何居心？小人不知啊！还不快说实话！叶副军师丁九，他当时到底说的是什么？回大人，王公子说的是散骑侍郎。他记错了，还是你真的记清了？绝对没错，我记得清清楚楚，就是这4个字。我当时还在想，散骑我听说过，可侍郎到底是个什么官？还算有个明白人。小的也想起来了，是散骑侍郎。之江王文书不知贵人身份，言辞无仗，多所冒犯，还望贵人海涵。之江王氏，一文不值。这不是你坐的地方，滚下去。是，贵人息怒，贵人息怒。敢问王公子，令叔名讳是？就凭你，也配打听我家尊长名讳？是小人唐突了。薛队主方才拍案是什么意思？小人是赤子王文书，不得对公子无礼。薛队主倒是知礼的人，不过事数不杂作，我们这般连坐，似乎也与理不合吧？你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不是说他肯定是假的吗？这种事儿我会开玩笑吗？结果可好？不光开了个玩笑，还是天大的玩笑！你要想死也别拉着我！我这不是以为他叔是散骑常侍吗？谁知道是散骑侍郎？我可听说朝廷的散骑侍郎里头有个琅琊王氏，可能就是他二叔。会不会是他在哪儿听了消息，故意蒙事？不会，平流进取，坐治公斤，还有事数不杂作，这话一般人编不出来。我说，你到底有谱没谱？不好说，真不好说。不过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要是真得罪了琅琊王氏，你我……那你说怎么办？眼下2条路：一，按正常程序上报；二，我们自己验证。上报。队主可想好了，上报就是报给黄庄主。别说咱们，黄庄主必定亲自来接人，那我们可就再也沾不上手了。沾不上手？什么意思？你说明白。你我无根无基，混到死也就这副模样。别说咱们，就是黄庄主。但如果能攀上琅琊王氏这棵大树，可人家能看上咱们吗？平常自然看不上，但他现在落了难，正是需要我们的时候。帮？怎么帮？难道送他去健康找他叔？我们哪有这本事？
送他去京都，我们自然没本事，但送他去荆州城还是做得到的。江陵？去江陵有什么用？我这不是刚从江陵回来吗？听说前阵子城里来了个狼王氏，叫王泰，之前在司徒府做高官，父祖都是三公九卿，妹夫是当今天子的亲弟弟，南居州刺史江夏王萧阔，就是咱们王爷，按辈分算还得叫他一声叔叔。是吗？他来荆州做什么官？不是做官，好像是来休养的，要不就是这儿有产业。反正没住新城，住在西北旧城那边。荆州多少文武官员、士族进如，车水马龙的去拜访，全被挡了回去。听说连河东柳氏的公子登门求见都没见着，咱们正好带着小公子去。只要进了王家的门，这身价，嘿嘿，身价。公子有件事要禀报，江陵城中如今侨居着一位琅琊王氏，名叫王泰，之前在司徒府做高官，父祖皆三公九卿，妹夫是江夏王。小人想着天一亮便护送公子前往江陵，通问亲族，访拜妻庶。好个通问亲族，说白了就是要拿我去验真假。那个王泰若真是琅琊王氏，一见面就穿帮。好，天亮就走。请公子写下名帖，到时好头帖拜访。琅琊王氏带出书法名家，今日总算能亲眼见识。名字写的没问题，可我身份是假的，谱牒里查不到，见面也未必扛得住盘问。不如在名次上做点文章留印象，再给自己埋条后路。故园路漫漫，双袖泪不干。相逢何须问，凭君报平安。老王，你看了他那名帖就一直这副模样，怎么写得很好？老王，你到底怎么了？这字写的也太一般了。这小公子看起来确实通晓文艺，一般的不得了，实在是太一般了。字怎么了？难道是我不会欣赏？队主，现在方便吗？能进来吗？进来吧。你老小子不是伺候王公子吗？还记得我？小人哪敢忘了队主，伺候王公子不也是替大人分忧吗？行了，少扯淡！你那点花花心思我还不知道，不就是想拖兵籍？队主，明天你们不是要去江陵吗？能不能让我跟着护卫？正好顺便回套家，把这个月的假休了。不是才往家里送过粮吗？还有粮送？没粮了，就是想回家看看丫头。是想回家看丫头呢，还是想巴结那个小纨绔啊？都想，都想。你确定是这家？堂堂琅琊王氏，司徒府里退下来的大官，江夏王的妹夫，就住这儿。这叫大隐隐于市，明氏就喜欢这个调影。你以为是暴发户啊？不过好像确实简单了点儿。你去敲。叫门。这家伙为了巴结那小纨绔，胆子也肥了。琅琊王氏的门，说敲就敲。我等乃荆州阿曲树，我们护送琅琊王公子至此，特来拜问同宗。稍等。敢问先生，你家主人怎么说？不知。不知？这是啥意思？名笺递上去了吗？他娘的，狗仗人势的东西！你说，他们这是什么意思？稍安勿躁，稍安勿躁。我上次来江陵里的法曹参京拜访河东柳氏的公子，从踏青早一直等到月亮出来，足足1天，最后连茶都没喝上一口。你想想，法曹参京多大的官儿，等了1天都没见着人，他琅琊王氏让咱们等着也正常。不对啊，这不是让咱们等，这是让王公子等啊！这小子难道真是假的？可就算是假的，也应该出来说一声吧。假的倒也未必，不过就算是真的，大族之内支脉庞杂，荣辱高低，天悬地熟，也不稀奇。见了明条还如此冷落，只怕此人不是什么高知。可他二叔不是散骑高官吗？说是二叔是散骑侍郎，还是哪个八竿子打不着的叔叔？再说你看看他，等了这么半天，竟无一点脾气，哪里像什么贵族子弟？叫他纨绔真是高看他了。看来你我都被他给蒙了。坏了，
我忘了自己演的是什么角色，哪有贵族公子在门外站半天一声不吭的道理？王太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我敬他是尊长，这才以礼相候。可他竟如此傲慢，捧高踩低，见我家不得势便如此冷落，焉知我日后不能一飞冲天？不见算了，不等了。搞了半天，果然是琅琊王氏里的破落户，还真让老王惊醉了。好，那以后有机会再陪公子上门拜访，我等就先告辞了。是，以后有机会再陪公子。队主，那我们呢？也给你放5天假，回家看看吧。老王，你这是干什么？难道我们就这么走了？不走做什么？难不成把那小祖宗请回去，好吃好喝伺候着？咱们粮本来就不够，给多了人家不感激，给少了必然生怨。你干鱼还剩几条？鸡子我可是拿不出来了。对，可不能再带回去了。可万一他是假的呢？咱们也不管了，就不怕把咱俩管进去？再落魄也是琅琊王氏，得罪他干嘛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真假对咱们都没好处，何必操这个心？那这件事报不报？当然要报。以前不报是想沾点油水，现在既然发现没油水，赶紧脱手，让上面自己看着办。就算以后出了事，也和咱们没关系。可万一最后证实是假的，上面追究咱们把人放跑了，咱们可没放人，不是还留了2个士兵吗？那我得交代他们一声。哎呦，我的队主，还交代什么？人家要是真的，你交代手下看守，这不还是把人得罪了？可要是假的，不事先交代，他们把人放了怎么办？那是他们自己玩忽职守，和你我有什么关系？还是你们读书人阴啊！哎，我暂时没地方去。这样吧，你先借我点钱，等我二叔接我的人到了，少不了你的好处。感情这位爷就是个会吹牛的，堂堂琅琊王氏进了荆州城，还得管我借钱，窝囊到这份上了。公子说笑了，小人哪有钱啊？没钱，给我安排个住的地方也行啊。正好我饿了，走，先请本公子吃顿饭。王公子，小人家中还有事，这就先回去一趟，以后再来伺候公子。要不你借我点钱花花？公子，我们兵户很少发饷钱，小人钱不多，只攒了33分，是全部家当了，请公子取用。什么套路？我破落户的样子这么明显，他看不出来？还是薛队主和王文书安排的？查证身份之前不许脱离监控。走，咱们先吃饭。公子，这点钱实在不多，连一顿像样的餐食都吃不上，吃过之后还要住宿，那就更不够了。我现在是又饿又乏，住宿吃饭的事都由你来安排吧。公子如果不嫌弃，可以去小人家中住。去你家？是，小人家离荆州城不远，公子可以到家中用饭歇息。正好，我没有落脚的地方，身上又没钱，我就暂住你家了。小人一定竭尽所能，照料好公子。这都吓不走，到底是太憨了，还是领了什么死命令？到底是谁吃定谁了？越走越偏，这人该不会是做人口买卖的？古代绑架诱拐的案子可不少。平陵东，松柏桐，不知何人结义功。公子，快到了。公子，前面就是我们八营。兵营？他把我骗到另一个兵营来了。我们兵户的家眷都得副营压领，集中居住，所以住的地方叫营村。我们是第8营，8营村。阿武，我的小阿武！信号。我还以为又要等1个月才能见到你呢。阿武，咱家来贵客了，快行礼，叫王公子。见过王公子。你叫阿武是不是？
哪个物资？你先去准备吃的，招待王公子，爹一会儿来帮你。是要准备很好的吃的吗？当然，王公子是贵客，你先去准备碗筷，爹马上就来。有件事，怪小人忘了提前和公子说。公子既然已经到了，小人也不能隐瞒。我女儿她……你女儿怎么了？她是双五儿。什么？请公子千万别生气，如果公子忌讳，咱们就另寻住处。等等，忌讳什么？双五儿是什么意思？阿武是5月5日生的。5月5，不举子。是啊，端午出生，就是被视为不祥，爱害父母，难怪这间屋子和整个村子格格不入。双五之际，纯属无稽之谈。孟尝君还是5月5日生的，不照样名留青史？我就知道公子学问渊博，不会在意这些。这和学问渊博有什么关系？知道的越多，人就越开阔呀，哪像我们村子里这些。公子能不能给我讲讲那个姓孟的大人物？我以后好和别人说道说道。走，进屋说。阿武今年多大了？回公子7岁了。7岁就会做饭了？小人这丫头当家早，平时家务都是她一个人操持。他娘呢？他娘嫌阿武是5月5生的，坚持要把孩子扔河里，我不同意，两人大吵了一架，我一时没忍住，动了手，然后就离了。听说她后来嫁了个贩蜡的，去了健康，日子应该过得不错吧？你去兵营的时候，阿武一个人在家。起初我还找邻居帮忙照看，可谁都不愿意来。好在阿武争气，能自己照顾自己。上个月我回来，公子猜怎么着？他连针线活都学会了。爹，有月亮呢，点灯干嘛？快熄啦！这是为王公子点的。爹，你过来帮我端饭。几麻油不多了。灯灭了，小的给公子重新点上。不用，有月光就够了。啊，公子，小人这丫头也惯了，什么都不懂，公子千万别跟她计较。我又不看书也不写字，确实用不着灯。爹，王公子，吃饭啦！不是让你做豆麦饭吗？怎么做成粥了？总共就那么点麦子，我还想留到寒食节做大麦粥呢。你呀，想吃吗？不用，我胃口不好，分你点。公子饿了一天了，快些吃吧，不用管他。我只能喝半碗，剩下的没人吃就倒了。要倒就到这里。阿武，没事。阿武吃，爹在军营里常吃。爹爹又骗人。黑汉，把碗端来，我也分你点。不，公子已经吃的够少了。我没胃口。再说本来就是你家的粮。阿武，去帮你爹把粥盛过来。不许去！是我让他去的。够了。去把箱底那块布拿出来，上张丽斯家给王公子换一罐管道回来。不用了吧？快去！不用，我喝这个就行。
既然那么难喝，就别喝了啊，给我留半碗也好啊。爹，我觉得这个王公子有问题。有什么问题？高门公子，如果他真是你说的什么高门公子，怎么可能和我们一起吃饭？就是咱们村那个混蛋李斯，也不会跟咱们同桌。别瞎说，什么混蛋李斯，要叫李斯大人。总指使爹爹帮他白干活，连几升豆子都不给，就是老混蛋。不行，我今天必须揍你。爹，你可要小心，不要被人骗了。你说你这么鬼精鬼灵是谁教的？是爹爹教的。所以呢，你能看到的，爹爹也能看到；你看不到的，爹爹还是能看到。那你还担心什么？切！不过他连豆叶汤都不愿意喝，应该也不是普通人吧？阿武，这做人呢，眼光要放长远。心疼一碗豆叶汤，一碗豆麦粥是做不成事的。就像春天播种，要是心疼种子，或者忍不住把种粮吃了，哪还有秋天的收获？想要有收获，就得舍得付出。这个道理你明白吗？爹爹的意思是，阿武如果想要2碗豆叶汤，就得先把这1碗给出去，是不是？2碗太少了，爹爹以后给你摆100碗，让你喝个够。我不要100碗，我就要2碗就够了。切，豆叶汤算啥？你看看这是什么？是干鱼。穿越之后，一个接一个的危机，没时间想以前的人，没时间规划以后的路，甚至没时间想穿越这件事本身。如果真是魂瓶，触发的条件是什么？博物馆那边5个人围着魂瓶，这边也是5个人，是巧合，还是就因为这种巧合才发生了穿越？可最后只有4个人穿过来，这具身体的原主呢？我没有他的记忆，会不会我穿过来的同时，他也穿到了现代？魂瓶碎了，其他3个人也没了，回去的路大概是断了。可是老妈怎么办？嗨，她聪明开朗又不缺钱，没有我照样能活得很好。原主，你如果真的穿到了现代，替我多孝顺我妈，替我好好活着，我也会替你好好活着的。开门，开门！再不开就撞门了。千万别出去。回来了，怎么不说一声？小的刚回来，还没来得及向三爷请安。没关系，只要把钱还了，现在请安也来得及。小的已经打听清楚了，那女人嫁了个大商人，现在住在健康，一定有钱还。你的意思是让我去京都找人？小人不敢，只是钱是那女人借的，她卷了钱就跑了，小人没见到1文钱啊。妻债夫还，自古皆然。可我们早就离婚了。你是离婚还是休妻，跟我都没关系。担保画押的是你，治歹的是你女儿，要么还钱，要么交人，你选一个。三爷，小人只有这1个女儿，小人是被骗着签了保书啊。长阿女嫁给了一个姓刘的蜡商，他们现在就住在健康。
以三爷的神通广大，什么人找不到啊？求您给小人留条生路啊！你看看你，搞得我像恶霸一样。其实啊，我这个人很简单的，你只要按规矩办事，我肯定也不会为难你。还钱交人，你总得选一样。你如果一样都不选，那你可就别怪我了。我暂时没钱，这个房子您拿去，房子里的东西您随便。你在逗我吗？你这破房子白给我都不要。行了，赶紧跟你女儿交代几句，再收拾几件她穿的衣物，我给你留半刻钟。我还钱，一定还。再宽限些时日，我一定还钱。放开我，爹爹！哟，是个有胆量的，来，把这小丫头带走。爹，咱们报官抓他们！好，你们报，最好报到荆州府衙打关系了。李斯大人，救命啊！他们要抢阿武，谁敢在营村闹事？是我。这不是三爷吗？什么风把您吹来了？滚！三爷，您看这么晚，快滚！中枪啊！动手！谁敢？王公子，求王公子救救阿武！我不欠别人的情，你们薛队主救过我，你服侍我也算尽心。我本想让你做个队主，算作报答。既然出了这事，我帮你这一次。多谢王公子，多谢王公子，小人不要做队主，只要保住阿武就够了。你是谁？来人，看座。坐吧。哼，坐就不必了，你自报家门吧。这次出游遭难，倒也有趣。见了好多以前见不到的人，看了好多以前看不到的事，就连阿猫阿狗也能跑来问我的家门。敢领养，小奴敢这么跟三爷说话？黑汉，你倒是过来拦一下呀！不敢打我，那就别怪我得寸进尺了。黑汉，把刚才骂娘的那个人杀了。我母乃陈俊谢氏，如母者死，杀这个人算我头上，你不用怕，就是闹到陛下那儿也不会有事。陈俊谢氏，你母亲是陈俊谢氏，那你是？还不动手！诺。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啊！三爷救我啊！还不马上向公子请罪！公子，小人糊涂，小人说错了，求公子饶命啊！爹爹，不能杀人！公子，你长得这么好看，一定不会杀人的。长得好看和不会杀人有什么关系？长得好看的都是好人啊，好人当然不杀人，恶人杀人，恶人长得丑。好，既然我像好人，那这个人我就不杀了。黑汉，把刀收起来。这位公子，我不知道你什么背景，我们无冤无仇，我也没想着得罪你，只是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，不管到哪儿说也驳不了这个理。不就是钱吗？多大点事儿？他欠你多少？13200钱。根本没有这么多。之前是没这么多，你一直不还，每月生利1分，契约上写的清清楚楚，你自己算，我还不至于蒙你这点小钱。
不就是这点钱吗？你等3天，3天后给你拿钱便是。他现在拿不出来，过3天就能拿出来了。哼，他是拿不出来，但我可以。3天后接我的人就到了，3日后酉时，你来这儿拿钱。王公子，这么多钱，我就是把自己卖了也还不起。可我凭什么要等上3天？琅琊王氏这4个字，不够你等上3天吗？你是琅琊王氏？这位便是琅琊王公子，叔父官拜散骑侍郎。荆州城里只有一个琅琊王氏，住在寿康巷丁家老宅，姓王名泰，年39。阁下年纪甚轻，实在不像39的样子。击鼓齐堂，游越用兵，土国城曹，我独难行。你这是何意？从孙子仲平陈与宋，不我已归，忧心有冲。依居依处，依丧其马，予以求之于林之下。明白了吗？这明白什么？此为洛生勇，中原正音，自武魂乱华，衣冠难度。能作此音者，寥寥无几。江南士族虽多，不过作无语而已。可于我而言，此乃我家故物，何难之有？王公子雅人高志，我这种俗人是不懂的。我是做生意的，做生意有生意的规矩。延后3天还钱可以，但要请王公子做保人，在契上签字。不签，他会起疑。既然许了3天还钱，不敢签字反倒露馅。拿契约来。去李四家取笔墨和印泥来。岳西一城，高利贷，杜叔宝，这就是杜三爷的真名。请公子把姓名签在保人之后，公子还需写上年龄。懒得写了，就这样吧。这么点小钱，写什么年龄？告辞。三爷，那个人真的是琅琊王氏吗？是真是假，一查便知。王公子，您就是我家的大恩人，以后不管上刀山还是下油锅，只要是您吩咐的事，黑汉一定照办。公子，阿武错了，阿武不该分你的粥，明天早上阿武给你做好吃的。阿武，你先回屋睡觉，我和你爹爹商量些事情。这件事你预谋了多久了？公子，您说什么？什么预谋？可以帮你，但我不喜欢被人利用。你还有最后一次说实话的机会。借款日期去年4月13日，到今天正好满1年。他不可能不知道杜三爷今天会来讨债，带我回家绝不是偶然。公子息怒，小人说实话，小人确实是担心杜三爷上门讨债，可小人也是真心想帮公子的忙。小人知道公子暂时不知住在何处，所以想要公子来家中做客，不全是因为杜三爷的原因。所以你让我来你家，是要用我挡杜三的刀？小人绝无此意，小人只是想着以公子的身份，肯定能吓退杜三爷，让他去找那个女人要钱，或者多宽限小人一些时日。可谁知道杜三爷连琅琊王氏的面子都不卖，1分息钱不降，还当场让公子签字作保。谁知道他让我替你还钱？不，公子，小人不会白要您这笔钱，这些钱算小人借您的，小人以后一定还您。还我？可如果说我也拿不出这些钱呢？如果说3天后接我的人不到呢？如果说就算接我的人到了，我还是没钱替你还债呢？等天一亮，公子便离开荆州，我是第一保人，这件事就落在小人身上了。你准备怎么办？小人自有办法。你能有什么办法？无非是带着刀拼他个鱼死网破。可你有没有想过，你死了，阿武怎么办？公子如果能带走阿武，小人下辈子愿当牛做马，报答公子。
这不行，小阿五鬼精鬼精的，我可应付不了。咱们分工明确点，阿五呢，还是由你来管，钱呢由我来筹。公子，你怎么不信啊？信，我信。只是时间只有3天，这么多钱，公子去哪儿筹？书中自有黄金屋呢。这个长得好看的狼牙王公子还真不是个坏人呢。王公子，您醒了，洗把脸吧。等把债还了，得想想牙刷的事儿。小阿五呢？他去捡田螺了。那等他回来一起吃。公子您先用，我和他早就吃过了。当时看您在睡觉，没敢叫您。阿五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没事，打了一架，我把那个小少爷给揍了，还有个狗腿他们俩敢掀我田螺桶，我就把他们揍成鼻涕蓉。李斯家的小少爷？哼，对啊。小祖宗，你又惹祸了。公子看，田螺，晚上给你煮田螺粥喝。你的头发不丑吧？阿五把头发卖了，说昨晚答应了，要让公子吃顿好的。明天早上阿五给你做好吃的。公子，今天的饭菜好吃吗？晚上我给你煮田螺粥，我煮的粥可好喝了，放点葱花，再放一点点盐。快点葱花，我给你煮成米字蛤。黑子，你看看你家丫头给我孙儿打的，你说你这丫头是能管还是不能管？李四大人消消气，我已经重重教训过他了，还不给小少爷赔礼道歉。小少爷，对不起。虽然你笑我头发，说我没娘，掀我田螺桶，还和大飞2个人一起打我，但我不应该还手，应该老老实实让你们打。对不起，我错了。你胡说，是你先动手打人的。所以你和大飞没动手打我，是不是？你敢当着李斯大人的面发誓吗？从小看到老，才这么小就这么乖戾刁蛮，长大了不是泼妇就是悍妇，难怪是双五儿，谁沾谁倒霉。你以后离他远点。从小看到老，那李斯大人小时候肯定和小少爷一样。你真当我治不了你是不是？快给李斯大人赔罪！赔什么罪？小孩打架又没打伤，哪有赔罪一说？看看，眼睛都打青了，还敢说没伤？你说你也是，怎么就不打对称呢？你是什么人，敢来戏弄我？李斯大人，这位是琅琊王氏的公子。我管你什么公？你说谁？琅琊王？李斯大人，你还没向王公子磕过头呢。昨天杜三刚来也是磕了头才走的。这鬼灵精，瞎话张口就来，半真半假的掺着说，比黑汉好用10倍。怪力乱神，孔子不语；取俗忌讳，近于妖妄。孟尝君也是5月5日生的，照样鼎盛家族，名垂千古。可见双武产子之说，空有忌讳之言，实无凶孝之验。像双武儿这样的话，渔夫乱信乱说也就罢了。你身为义理之长，直司民户，如果也跟着瞎起哄，成什么样子？朝廷治化之道，教庶民移风俗，岂不都成了空谈？是，公子教训的是。我问你，荆州有郡学吗？有2个，都在荆州城内。2个？一个是荆州本地原有的郡学，一个是大司马豫章王当年在荆州主政时立的王管学。2个学校的祭酒是谁？地方郡学的祭酒是刘昭刘大人，王管学祭酒是柳潭柳大人。柳大人出河东柳氏，与公子一样是高门乔姓，想来应该是认识的吧？我问你什么就答什么，不像杜三儿一样说些不该说的话，徒惹人厌。是，小人失言，请公子息怒。刘昭、刘绵治何经典？治的都是尚书。治尚书治的是哪一家？哪一家？这小人不知。你去吧，记住了，以后善待乡里，不可无事生非。回去后把纸笔送来，
我要写字。小人这就回去拿。阿翁，真是他先揍的我。你还敢说？以后再惹事我先揍你！不对，方才不是来讲打人的事儿吗？怎么被他拿双五儿的话教训一通，打架的事儿一字不提就过去了，到最后反倒成了我的不是？不过，跟氏族有什么道理可讲？公子你好厉害！我之前说杜三爷磕头都没吓住他，你说了一堆什么孔子风俗的，他就大气都不敢喘。那个顺口溜是什么来着？什么怪神？子不语怪力乱神。对，就是怪力乱神。这可不是顺口溜，是《论语》里的话。你如果背会了《论语》，就可以像我刚才那样说话，让里长没法反驳。怎么样，想学吗？怎么了？王公子，阿武是兵家女，将来也要随军服役的。阿武已经会做饭了，等练好针线就可以啦。问题要一个个解决，眼下最紧迫的是还钱。13200钱能买什么？买什么？我的意思是，这笔钱对妇人来说算大数额吗？对小人来说，把我卖了也不值万钱，但对妇人应该不算什么吧？起一间宽敞点的瓦房也要1、2万。不对，哪里不对？公子是想到挣钱的办法了吗？一件像样的衣服和鞋，适合我穿的，要多少钱？好一点的布料7、800钱一匹，做成衣服的话，可能得上千。就算2000钱。我需要2000钱，你能凑多少？2000钱？公子，您要买衣服？对，还要买好衣服。怎么，舍不得？小孩子不懂事，小人一会儿教训他。公子昨天救了阿武，就是救了我的命。公子提什么要求，我都照办。小人家中还存了点钱，再卖些物件，应该能凑出300钱。是500钱。这东西怎么在你这儿？那女人回来之后，我怕她再跑，偷偷把这簪子藏了。她木盒里装的其实是筷子，可惜她那对翠镯子太显眼，不然我也给她换了。我不想还钱的办法，反而向你爹爹要钱买衣服，你不生气？第一，这钱本来就不是公子欠的，公子昨天帮我们出头，延缓3天，已经是大大的好心了。就算还不出，我们也感谢你，不会生你的气。第二，公子帮了我们，我们就要还情。只有李斯那个老混蛋才会白让我爹爹干活，什么都不给。2000钱虽然多，但我们还是要尽量凑的。第三，我觉得公子要钱不是为了穿好的，是和还钱有关。爹爹说过，想要有收获，就一定要舍得付出。我们的2000钱是付出，公子的好衣服也是付出。这丫头了不得，我小时候都没她精。兵家女，小聪明，哪能和公子相比？说不定我根本没想帮你们还钱，只是想穿好的呢。你不会的，如果你不想帮我们，今早就走了。你错了，万一我留下来，就是为了骗你们2000钱，骗完再走呢？公子，你那么大的本事，可千万别骗我们钱啊！老黑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家那娘们儿正发疯，就不请你进去坐了。阿九，我找你借点钱。哎，不是我不借你，你也知道我家那娘们子败家，我儿子前阵子还生病，我昨天又赌了几把，手气不好，我丈人又进了批栗子，现在粮价涨了，饭都吃不饱，谁有闲钱吃栗子？哎，要是前2个月你管我借，我还能挤出点，现在是真拿不出来了。阿九，这钱不是我要用，是王公子要用。你要是肯借，哪怕1000钱，第一，
我保证还你。第二，王公子绝对记你的人情。你还跟着王公子？那天在寿康巷的情形你也看到了，人家根本不让他进门，连一句话都懒得说。那家伙不是骗子就是落魄户，现在摆明了要唬你钱花，你可千万别再上当了。我跟你说，我回家后越想越不对，强盗劫掠琅琊王氏，这多大的事儿？他怎么不报官？还那么巧，身上什么证明都没有。我看他身份有问题，说不定不是琅琊王氏，说不定连氏族都不是。你没看咱队主和文书都躲了吗？他身份要是没问题，他们能走？真的？早巴结上了，还留着给你巴结？其实我巴结他不是因为他的氏族身份，这话骗骗外人行，和我说就没意思了。他是真是假我不知道，但就凭他对永兴年号的那番解释，就凭他穿的破烂，什么证明文书都没有，却能几句话让对手和文书都不敢小觑。就凭他三言二句翻转形势，让石长杀了那2个反咬他的北蝶，我就觉得他有本事，不是常人。阿九，你想想，先不说氏族不氏族，这样的人物，你我一辈子恐怕都碰不到。就算碰到，人家没落难，咱有机会认识吗？你不是常抱怨没有机会出头吗？现在机会来了，怎么就不懂得抓住呢？那他要借多少钱？不是他借，是我借。我想借1500。1500？借这么多做什么？盖房子？做什么不能说，反正对王公子有用。你要是借，我回去就告诉王公子，这是丁九的钱，借不借在你。你在这儿等等我。手头实在紧，只有500。好，日后一定还你。要不立个契吧？立契倒不用，不过你得让王公子答应我一件事。什么事儿？帮我脱兵籍。阿九，你是怎么想的？你就是拿1万钱找人想脱兵籍，你有那个门路吗？1万钱都办不了的事，你借人500就想办？如果他能帮我脱兵籍，那500就不用还了，我再加2000都可以。事儿不是这样办的，你这么公开花钱脱兵籍，放谁身上谁能同意？还加2000，你当是买东西啊？我问都不用问，王公子一定不会答应。你是怕他没能力帮我脱兵籍吧？之前提过兵籍和兵家女的事，王公子都没接话，这事怕是超出他的能力了。有没有能力两说，咱讲情理。如果你是花钱找人办这事儿，别说2000、2万也办不成。如果你想办，只能凭人情。既然是凭人情，你就要先付出。你才借出500就提要求，这不是开玩笑吗？总不能空手套白狼吧？万一我借了他，他什么忙都帮不上呢？这个就是赌了。你愿意用500下注搏个机会，那你就借；不愿意就不借。下不下这个注，下大下小都由你定。老黑，你别急啊，我没说不借呀。500钱都给你，回去记得和王公子说，这是我丁九借的钱。等我干完活，我亲自去见一下王公子。你干嘛？刚拿走500，又想干嘛？要赌就赌把大的，我再拿2000。你今天敢动1文钱，老娘就和你拼命，这日子不过了。发簪换了200，我自己攒的200，丁九借的500，一共900。我再拿几样东西去换，凑个整数。900和1000差别不大。再说，你之前给的33变还在我这儿。就这些，够了。咱们现在就去荆州城。公子，能不能也带我去？我还没进过城呢。这次办正事不方便，下次带你进城玩。等我回来，给你带糖吃。真的？
这种衣服一般都是定做的，直接成衣的不多。倒是有一件现成的蜀锦衫子，蜀锦就算了，我们家公子喜欢简单一点的。简单一点的有灵方衣、文起裤。我们家主人比较喜欢素雅一些的衣服。素雅一些，就是纯色的罗或者纱。是蚕丝的？当然。再素一些，那就只有麻了。质量好的麻也可以。麻的话有一件书布单衣，不过那是暑天穿的，现在穿有点早。看这件呢，这件料子也很好，正宗的黄润细布，上个月才从蜀都运过来，样式简单。多少钱？4200钱。这件不是蚕丝吧？你眼力不错，这件看着像，但其实不是，它是麻织的，会稽入麻纺的细纱，也叫月布，质量可不比黄润布差，价格却便宜得多，只要3000钱。主人不会喜欢这件的。要不你就直接说你家主人到底想要什么样的衣服？要最便宜的。再便宜总不能穿粗麻吧，毕竟是士族啊。是啊，要适合士族的，最便宜的多少钱？你看看这件白客衣怎么样？这不和之前那件月布细纱一样吗？只是样式有点不同，怎么这件就比那件便宜？客官，你再仔细看看，这两件衣服看起来料子一样，但其实大为不同。是吗？不是行家是看不出来的，这是细纺的葛布。是细葛？真正的细葛是玉林葛，其价可比蜀中黄润布。我这是巧匠自己家纺的。士族穿这个不算寒酸吧？这怎么能算寒酸呢？看看这针线，这质地，一般人根本看不出来是葛麻。就算能看出来，你也可以说是玉林布，或者说是胶革，谁敢小瞧？除非很懂布料的行家里手，否则都分辨不出来。假士族穿假名牌，倒也对路。多少钱？2200钱，太贵了。1000，不可能。客官要是嫌贵，还是去别家看看吧。我还要在你这儿买铝，一块算便宜点。2000，不能再少了。这双狐头铝500钱，一文不让。公子，2500文，咱们差了一半还多，去哪儿筹钱呢？我可是为了你好。公子，嘘，坐这儿看看就得了，不值当。我跟你说，你这招早有人用过了。陈俊殷氏殷家那个小五也跟你似的，换了衣服去碰车，结果怎么样？腿都让人打折了，还走了官。莫说他爹是州里的治中从事，就说他是殷家子，也断没有白挨一顿打的道理。结果呢，不仅白挨了打，还被抓到牢里，关了6、7天。兄弟，你别生气，我是真不知道，我不是本地人，是和人打赌输了这才来的。多亏你提醒，要不今天还真吃了大亏。这桌酒我请了，向你道谢。店家，再上2盘下酒菜。本来钱就不够，衣服也没买成，公子还要请客，要是还不上钱，我就去找杜三爷拼命，死之前想办法把契约毁了，不能再连累公子。不必，这儿有什么吃头？要不是占着地利，谁来这儿？等瞧完谢娘子，咱们去聚鼎香吃。我是王世远之叔叔，住不上无一巷的。我也没去过健康，不过听人说谢四娘子在京都很有盛名，她是谢福唯一的女儿。谢福你知道吧？今年刚升的中书令。原来是宰相之女，不错，不然就算她是陈郡谢氏，也不能让殷家吃这个哑巴亏。不过她出名可不是因为相女的身份，她姿容绝丽，才字无双，和西长侯女沈平东妹合称帝京三叔。据说北鲁的彭城长公主艳冠天下，最以容貌自负。听闻三叔之名后，在使团里安插了一个画工，秘密绘制三女容貌。使团归国，带回画像3张。他看了第1张，笑容顿无；看了第2张，神情萎郁；看到第3张，饮食大减，几日闭口不言。唉，我如果能见到三叔，让中正官给我订个3、4瓶，我都愿意啊。可惜啊，西昌侯女深居简出，沈将军现在是颍州刺史，
这2位我是没机会喽。来了！谁喊的？谁他娘喊的？你们今天大叫的呀？看来就是先都是主母。那巷子里住的是惠寺师太，即经查到。当年豫昌王出镇荆州，对他甚是礼敬，豫昌王妃还随他受过禅法。豫昌王，原来他镇守过荆州。谢四娘子每5天来一次，跟惠子师太学茶道，每次2个时辰就出来，准时得很。不知今日怎么耽搁了。惠子师太不见外客已久，我递过拜帖，连门都没让进。也只有谢四娘子这样的人物才入得了他的眼。谢娘子不知什么时候就回京了。这封信在我怀里揣了2个月，怕是永远送不到他手上了。往他家里送啊？哪有这么简单？这么干的人不知道有多少，连1女那关都过不了。还有路上拦车送的，冲进酒楼雅间送的，甚至有人用纸玉送，人家就是不接，就算不小心接到了，随手就扔，看也不看。其实想让他看信也不是什么难事。吹牛！你说真的？当然是真的。可想让他看信，得先把信送到他手上。当然，不送到怎么看？可就算送到他手上，他也不看啊。所以啊，就要让他不得不看。求王兄助我，要是能让他看我的信，我愿1个月不食肉。这事我帮你办了，不过我也有一事相求。我囊中秋色，想向你借2000钱，日后一定还你。你要是真能办成，这2000算报酬，不用还。钱我一定要还。你拉住我不让我过去，又给我讲了这么多，这个情我记下了。帮你送信是举手之劳，哪用什么报酬？我们既然谈人情，就不谈价钱。若不是实在急着用钱，这2000也不向你借。谈人情就不谈价钱，说得好。那请王兄指点。先把信给我看一下。这不太方便吧？你说，王兄，你说过不笑我的。我这不是笑你，是觉得你霸气。第一次给人送诗就送这种诗，你厉害。这是啥诗？还装？我不会写诗，这是我表兄代写的。他说谢四娘子喜欢他家先辈谢灵元的诗，最好写清新自然的山水诗，投敌所好。学个鬼的谢灵元！这首诗除了第1句前5个字，没1句是干净的。怎么可能？又是诗，还是7言，人家不都写5言吗？谢娘子能喜欢吗？喜不喜欢在其次，关键是你能递得上去，他也能读得下去。什么意思？富儿过来。娘子，这件事你已经足够尽心了，就算老爷在这儿也不会怪你的。既然我在，我当然要管到底。在下玉阳乐盘，问谢府四娘子行安。下队。别，我是来。别！我家公子是来还钱的。谢氏衣冠之家，光天化日竟然当街打人！棍棒尚未及身，何谓打人？老虎追人欲咬，虎牙尚未及身，被追的人连老虎咬人都不能喊了吗？好奸猾的小厮！要还钱，自去府上头次通明，说明情由，岂有路上拦车私相授奉的道理？娘子不收私信，是以头次无门，通明无由，心底无私天地宽。如今在朗朗乾坤之下，通华大道之中公开问好还债，何谓私相授受？
实在要说，授受则有，思乡二字却不敢当。我家娘子根本没借出过钱，别人也自然谈不上还债。我又没说我家公子欠你家娘子的钱，是我家公子先祖欠你家娘子先祖的钱。我家公子代祖还钱，还请娘子代祖收账。满口胡言！我有证据，快去快回。什么证据？信，快拿信！书契在此，一验便知。少宁儿，冒哨啊！麦克，报出来！骆驼江湖载酒行，楚腰纤细掌中轻，赢得风流宰相名。杯酒翻酿消沉泪，敲旗惊破北敌心。5万蒲旗能破夏，半晌凉风万载情。娘子，这写的什么？真是天条？永谢太傅不赞容貌，不表仰慕，句句写的是先祖功业。借蒲姬善旧事，把情边包成了欠条，倒是个聪明法子。小宁在。谢太傅助同乡卖蒲姬善5万抵，此事确有其载。但那位同乡姓甚名谁，史书上从未记过。他说是他先祖欠的，可他连先祖是谁都没写，只凭一首诗就敢称书妾，那就是胡编的。传话出去，抓起来。娘子吩咐抓人。跑！眼前了！上来！进去啊！就是进去啊！别跑了，不行了，实在跑不动，甩掉了。好兄弟，今天多亏你，这份情我记下了。走，跟我回家，咱们好好喝一杯。他爹是荆州别将，小胖看不出我底细，他爹可未必。今天确实不方便，酒改天喝也一样。黑汉，你随乐公子回府取钱。是。不得主人允许，不敢擅入。我在外面等。双吉，去我账上支2000钱，送到门外给那个黑脸汉子。少爷。阿昌，点10个人，拿棍子，跟我去堵孙杰那个王八蛋！快来人给我更衣，别让孙杰跑了！你们怎么了？逆子还有脸回来？来人，把这逆子给我拿下！都给我滚！你们干什么？我犯什么错了？少爷，对不住了。跪下！爹，跪下！我今天打死你个博浪无形、不学无术的逆子！爹，哎呦，你倒是说为什么打我呀？乐大人不必动怒，先把话问清楚，再动手也不迟。谁在那儿？我问你，这首诗是谁写的？怎么到这儿来了？快说！别，这是我写的。放屁！都不说字迹，就你肚子里那点墨水，我还不知道。你能写出这首诗？孩儿最近在学写诗，颇有长进。爹别打这儿，疼！骆驼江湖载酒行，这是你能写出来的？你以为你是陈思，是阮籍？楚腰纤细掌中轻。好句子，好句子！我叫你掌中轻，我叫你掌中轻！爹，别打了，不是我写的。那是谁写的？是
我在酒室遇到的人。名字？我不知道，他没和我说名字。落拓江湖再九行，楚腰纤细掌中轻。你看到这2句居然不问名字，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傻蛋？四娘子不必为他求情，这种逆儿打死也不为过。四娘子苦追这么久没见着一面，今天挨了打反倒见到了，这顿打值了。还敢看？乐公子，你能告诉我写这封信的人叫什么名字吗？他在和我说话。乐大人，令公子年幼，行事难免失当。这次的事主要还是有旁人教唆，只要他说出写信之人，就不要再罚他了。哼，难得四娘子替你说话，你马上老实作答，不可隐瞒。他叫什么？叫什么？我也不知道。人走了，别装了。哎呦，爹，你这回打的也太狠了！别得了便宜卖乖，你这次捅了多大的篓子，我用了几分力，你还不知道？谢兴涵他父亲是什么人？陈俊谢氏，大名士、中书令、宰相，一家2身为相，连皇帝的面子都敢驳，你居然敢招惹他家女儿！我没招惹啊，就是想送封信而已。爹，我能做不？又疼又累。按理说，我今天应该狠狠罚你，不过什么？不过你能临危不卖友，临色不便邪，倒是颇有古风啊。那我能做了？做吧。现在跟为父好好说说，楚腰纤细掌中轻到底是谁写的？谢府的车是从这宅子里出来的。当面点清，少一文回来找我。多谢。客官长得像玉一样好看，再配上这件衣服、这双履，真像世家出来的公子。我家公子本来就是世家公子。公子头上太寡了，无冠、无帽、无簪。公子这般年轻，还不到加冠的年纪，气质又风雅，配一条金杖才算齐整。这条折角金便宜算100文。这就是林宗金。公子好见识，正是折角金。今日不便。公子先试试金子的效果，买不买两说。合适，简直太合适了！白开衣、青脚金，现在就差一件青云裳。苏布纺的，虽不及月布细密，但也是上等料子，只要400文。公子试一下，就一下。看好了，豫章王做刺史那年，荆州做布造的环手刀，先压在你这儿，抵金子和商的钱，不算你亏吧？你不会是吧？当然不是，否则我不要命了，敢压军刀。说好了，刀是暂时压的，3日内我带钱来赎。如果3日后你不来，刀归你。口说无凭，立个字据。公子，我虽然不知道公子想做什么，但能感觉到公子做事很有计划。之前让我买面粉就看得出来，公子既然看脚金，一定有公子的道理。以后在我面前不用自称小人。小人不敢。我让的，有什么不敢？在外人面前照旧，只你我2人的时候不必。多谢公子。豫章王在荆州的声名很好吧？那当然。豫章王管荆州的时候，我们营天天吃麦饭，还发过米，正宗的稻米白饭。现在的刺史和豫章王比如何？这个我说不好，大事我也不太懂。不过你价布价最近都暴涨，蛮子也很猖獗。听说1个月前蛮子偷袭了曹公林哨所，死了30多人，上面压着消息没公开。要是豫章王在的时候，绝对不会发生这样的事儿。这么说，现在这位刺史不受百姓拥戴？那倒也不是，毕竟王爷是豫章王养大的，大家伙念着豫章王的情分，还是很愿意他来管荆州的。
再说王爷武艺高强，力大如神，能拉4狐狸的大功，全军上下谁不敬服？王爷又出来个王爷。是了，南朝宗王出阵，现任刺史也是个王，可他为什么是被豫章王养大的？公子，咱们现在去哪儿？郡学。请问来见祭酒。是。先生不见客。我家公子是琅琊王氏，就是兰陵萧氏也不行。兰陵萧氏，那是皇室之姓，这话他也敢说？王爷也是兰陵萧氏的。学府之地，续长续贤，不续爵。我这里有封书信，烦请转交祭酒。我不是信差，子曰：不在其位，不谋其政。子曰：君子成人之美。想用琅琊王氏的牌子做说客，谈论学问，你还不配。那如何才算配？我出3道题，答得上来，我替你通报；答不上来，永远别登郡学大门。请。尉师兄把人拦了，快看！《论语·学而》说：“弟子入则孝，出则悌，谨而信，泛爱众而亲仁，行有余力，则以学文，文排最切。”可述而又说：“自以四教，文行忠信，文又排最前。”同一部《论语》，前后矛盾，何解？不矛盾。前者是弟子受教之后身体力行的顺序，先修德，后治文；后者是老师教弟子的顺序，先以经典入门，再引导德行。譬如钓鱼，想要鱼，所以借重钓竿。文是钓竿，德是鱼。教学从钓竿教起，修身却以德鱼为本，有何可疑？第2题，春秋记载诸侯自行迁都者有几处？想不出来就回去吧。我荆州郡学不是任何人都能进的。我家公子还没答，你是事先备好的题目，公子要现想。要是让公子出题，保管你1道都答不上来。7处。哪7处？这算第3题。自然不是，万一你是蒙的。行迁夷夷，未迁地球，蔡迁周来。许国4迁，先迁邺，再迁夷，3迁白羽，4迁荣城。第3题，《左传》记晋迁新田，楚先迁班，再迁应。这3条，春秋为什么不记？因为春秋从来不记列国自行迁都之事，只记为外事所逼不得不迁者。行迁夷以为敌所逼，未迁地苟亦复如是。蔡迁周来，迫于吴国。许国4迁3有楚命，为迁于邺，是欲避郑楚双逼，但也事先经过楚国同意，方敢实施。以上7处皆非诸侯本意之迁。春秋只记迁都而不点名破迁，一来不赞成诸侯不报王室擅自迁都，这正是春秋一以贯之的尊王攘夷之意，所谓微言大义者也。幸受教，在下新野羽于陵，字子建，不知兄台尊名。新野羽氏，荆州第1高门，与酉阳乐氏、聂阳刘氏、南阳宗室并称荆土4族。琅琊王杨，字之言。琅琊王，他是琅琊王氏，是琅琊王家，我没听错吧？王家哪一支的？敢问王公子的乐师是？我的老师是21世纪的人，说了你也不知道，不足为外人道也。现在能帮我转交吗？稍等。自晋孝武帝太元9年，谢氏上表奏请恢复国学以来，南郡学府已历109载，100年来战乱横生，可荆州学风不退，西域多事有赖于斯。学问之道不可以独霸，今文上书断不可废，还请王公子斟酌。让我斟酌？斟酌什么？世之女不必自责，会续太师不理俗事已久，不愿出面也在情理之中。这件事我来想办法，你好好休息，不要再耗神了。难道世伯想到什么好办法了吗？是晋灵王那边有消息了？我准备联合荆土士族去王府向王爷求情，只要能保留郡学，除了国子学的年鉴名额，我什么都可以让步。万不可如此！以王爷的脾气，这样做会适得其反。世伯若这么做，便等于当面与王爷对抗。我知道，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。再说我这不光是做给王爷看的，也是做给柳檀看的。不管他是为了学问之争，还是想赚官资声誉，
我都要让他看看我们荆州士大夫存学续教的决心。如果最后还要取缔学校，那就让王爷派军队来，我刘昭就坐在这儿，与郡学共存亡。星寒既然管了这件事，就一定会管到底。柳潭之地柳城与我熟识，我会请他劝说兄长，还有羽翼先生，他在荆州人脉最广，在京都也有一定影响力。若他肯出面进言，就算王爷不听，也要三思，至少能为我们争取时间。右简这个人，我一直拿他当朋友，他二儿子就在郡学读书，何况他身为荆州士族领袖，断没有袖手旁观的道理。老师，学生有事禀报。进来。有人求见老师，这是他的信。你居然肯通报，也算难得。王管学有备而来，光靠挡是挡不住的。有事弟子服其劳，学生无能，只能替老师挡那些败絮其中的草包。可这个人不一样。早就和你说过，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，受些打击也好。你把吴崇氏问得哑口无言之后，尾巴都翘到天上去了。我以为他既然赶来，学的一定是尚书，所以问的是《论语》和《春秋》。可他难道能通两经吗？老师，您怎么了？快请他进来。老师，还是我自己去迎他。老师，您认识他吗？你去把他请到这里来，切不可怠慢。是。他们请了谁来？近几日王管学不断借论学之名上门发难。不知道，但如果他真能答出这些问题，刘昭愿意失礼待之。师伯当心，这可能是王管学的阴谋。您若主动认输，刘唐就有了霸主郡学的理由。不要见他，找个理由随便打发了。不可，学问千秋之事，岂能自欺欺人？若此人当真能以上书教我，我自当俯首；若他真能为我解开这几个学问中的大惑，那是我生平之幸事。这字迹怎么这么熟悉啊？老师，王公子到了。刘先生，这个声音好像在哪里听过。这是你写的？是。这些问题你都能答？能答。好，请坐。亲民文思安安，你说孔传解的不对，那安安何解？尚书考灵要云：放音亲民文思晏晏，尔雅云晏晏温和也。古今人物表中，安孺子也写作晏孺子，这正是古时晏与安意义相通的证据。故释名云：安晏也。安安本是叠词，如小心翼翼、天网恢恢，皆此类。此意同与晏晏。亲民文思安安，意思就是其亲民文思皆本于自然，非勉强得之。孔传说此为安天下之当安，实在牵强。解得好，解得好。于陵老师，叫人上茶果。是。王公子，请用茶。多谢。高于陶云蒸民乃栗，正解是栗为米，您斥为不辞，何谓也？蒸民乃米不成句子，若引申栗为实栗之意，则无此用法。尚书王志云：西方曰容，背法表皮，有不利时者矣。改成有不利者矣，可夫。那栗字应该作何解呢？栗乃假借周颂，立我征民之栗字。广雅曰：栗成也。郑玄注小司徒云：成定也。所以不用管我，接着说。所以征民乃立其实就是征民乃定的意思。故而《史记》下本纪作此四字为仲民乃定，乃取其大意言之。再者联系上文，大禹治水，五谷可食，鸟兽可生，百货可用，此正是安定众民之意，绝非百姓饱食可以囊括。失之利，绝非米粒之意。精彩，真是精彩！这位公子训辩学的功夫很是精深呐，颇有汉儒遗风。不知尊师是谁？我的老师有很多，转译多师。你是何出身，竟能有如此多老师？这是我好友家的女儿，她一时躲避不及，只能暂隐屏后，还请公子勿怪。王公子出身琅琊王氏，哈哈哈，原来是大家子，怪不得，怪不得。今日只论学术，不论家门。
好，只论学术。那我请。既然只论学术，还请王公子秉承学术公心，勿以胜负相欺。子建，我什么时候要以胜负相欺了？王公子虽是受人之托，但也应……不是，你等等，我受谁所托了？你不是受王管学所托吗？当然不是。我听闻刘先生精研尚书，自来论学，和王管学有什么关系？原来如此，之前在门外百般刁难，是把我当成王管学的人了。看来王管学和俊学之间矛盾不小。我就说，以王公子的家世才华，怎能如此是非不分？之前是我无礼，这就向王公子赔罪。王公子，咱们继续。好。余姑说：“三江既入，震则底定。”何谓三江？自豫昌而下，入于彭路，东之于海为南江；自名山至于九江彭路，已入于海为中江；自渤海东流为汉，过三系、大贝，已入于江；东汇则为彭路，已入于海为北江。王公子竟还精于地质之学，略懂，略懂。确实是略懂而已。王公子所说的水道，大致是北方的汉水，中部的岷江，南方的豫章江。可若依照你的说法，三江既然都汇入彭蠡，合而为一，之后又经过秣陵，经口入海，早已不再是三条江水。与今为何还要称其分别为三江？王公子精才炫博，只是立论未免过于凿空了。懂行，可这话里的火药味未免太重了。江水合而为一，为什么不能仍称三江？江水自西而来，到了金山便有三令之别。好茶之人看重水味，三令之水混杂之后，仍能品出不同。水虽相合，味却不合。同理，三江虽合，水势、水脉各有分别，仍然可以称为三江。三令？什么三令？点出何处？失言了。三令之说，乃后世茶道中的说法，这个时代还没有这条典故。王公子不会是编的吧？当然不是，我只是一时间忘了书名。换一个例证便是，禹贡篇内便有佐证，汉水到了夏口，已经汇入大江，又汇于彭蠡，可禹贡仍然称它为北江。江水与汉水合流汇入彭蠡之后，禹贡仍称其为中江。江汉既已合流，尚且仍有北江、中江之称。我说三江合一之后仍称三江，又有何不可？即使可以，也不能证明你的说法就是对的。《汉书地理记》记载，从吴县南面入海的是北江，从芜湖流至阳邑向东入海的是中江，从皮仓向东北入海的是南江。这正是周礼直方所说的扬州、齐川三江。《汉书》与周礼相合，这才是确证。你虽别出心说，却没有实证，高下已经分明。那姑娘判的未免太早了些。《汉书》所说的都是东南一带的细小支流，绝不是禹贡所说的浩浩入海之水。若这三条小支流就是三江，那么京口入海的江水，水势远胜他们。禹注为何舍大说小？还有一点，你说《汉书》与周礼相合，这也未必。班固是东汉诗人，周礼却是先秦之作，班固所记不一定就是周礼的本意。若一定要与周礼相合，我倒认为郭府之耶更为合适。郭府认为三江分别是岷江、松江、浙江。扬州境内论水势之大，没有超过岷江、浙江的。即便是松江，在当时也足以与扬子江、钱塘江争雄，才能称得上大禹治水所经之地。国语记载，吴禹越三江还之。范蠡也曾说，我与吴争三江五湖之力。这里的三江才应当是周礼所说的三江，并非姑娘援引的《汉书》三江。地理之学竟能变到这种地步，公子学识英博，小女子佩服。总算过关了。三江之说争论千年，根本没有定论。我不过把书家论乱揉在一起，才压住他一头。姑娘过誉了，我也是姐姐他人之说。我没有过誉，倒是公子过谦了。公子通诗否？略知一二。我最近得了一首不错的诗，第一句我还记得：骆驼江湖载酒行。我来俊学是为了演完这场戏，绝不能现在暴露。四言正统，五言流调，至于七言俗声，无不敢闻。王公子没听过这首诗吗？难道是什么名家之作？是本朝诗人写的吗？我对作诗确实没什么研究，若刚才的言论冒犯了姑娘，我在这里赔个不是。不知道就算了，我也只是随口一问。咦，王公子，你头发上怎么有白灰？是面粉吗？可能是石灰，之前进城时不小心沾上的，现在没了吧？哦，我刚才看错了，没有白灰。他在诈我，停住不认，他迟早会动摇。这两个人怎么有些古怪？我钻研尚书一生，竟不知还能如此解读。几十年未解的问题，被他几句话便说通了。这样的机会，一生能有几回？世之女，快入座，听王公子继续讲尚书。我就不听了。天色已晚，我也该告辞了。不能走，不能走！
尚书还没说完，饭也没吃，怎么能走？子建，快吩咐下去，我要设宴招待王公子。看来这场戏成了，这就不必了吧？确实不必。怎么不必？独学而无友，则孤陋而寡闻。公子今日以尚书教我，这顿饭我一定要招待。师侄女，你也留下用饭吧。伯伯既要招待贵客，我便不打扰了。公子大才，以后有机会，我一定向你请教作诗。作诗我不懂，若是讨论经学，我一定从命。他还没打消怀疑。之言，方才说到尚书的笔法义理，你再细讲讲。尚书纪言看似质朴，实则字字有法，从其中不仅能看上古政令，还能推演兵制与刑法的演变。谢谢。糟了，把现代酒桌上的扣手汤用出来了。之言是异兴人吧？我曾听闻异兴饮宴有以止扣桌的习俗，一为助谈性，二为请众人静听。异兴还真有这种风俗。先生果然博学，涉猎广泛。既然离家，便不谈家中之事，还是说尚书痛快。古书写在竹简上，以绳连缀，绳索断烂，竹简便会次序颠倒，甚至整片遗失。汉书有言：经或脱简，传或渐编。脱简是文字缺失，渐编则是前后错乱。后人不懂简读，以纸张照抄，便将抄本视作定本。殊不知，他们抄下来的可能本就是错文。比如尚书高尧谋，上文允狄其德，摩明邦协是史官记述，并非高尧之言。可下文大禹却答了一个禹，禹便是然，也就是认可。不错，大禹认可的是谁？认可的又是哪句话？两句之间必有缺文，应当是高尧先有一言，大禹再以鱼应之，而后发问，如此晚意才通。先生教我们读书，是于可疑处求证，王公子却能于无人怀疑之处发现缺漏。苏轼这番奇论又收服了2个庸头。上书中类似之处还有不少，错简错字并非异端，可惜当时学者多困于旧说，明知意义不通，也不敢怀疑经纬。如此读书，只会离尚书真意越来越远。还有哪些错解？多谢先生款待，天色已晚，城门将闭，我该告辞了。你刚说尚书还有多处错解，现在便要走？不行，绝对不行。郡学有空房，你今晚就住下，城门关了更好，省得来回奔波。可我还要去城一铺结账，这我去。不必，让我的随从去便是。黑汉，公子，我们欠城一铺2000钱，还是3000钱？回公子是3000钱。3000钱？现在出城取钱，再赶回来，还来得及吗？你们住在哪里？榆林，去找何管家，从我的私账支3000钱，交给这位小兄弟。多谢先生，这笔钱我以后一定奉还。走，你我继续论学。这里的错节应当前移2句。前移2句，明白。再说下去，嗓子要冒烟了。直言，客房已经收拾好了。原来如此。允狄渠德之后的缺文，你认为应当如何补？要结合前后应答。大禹既然称虞，前面必有高陶之言。那谋明辟邪4字呢？这是史官总述，不是高陶当场说的话。若按这个思路，上书其他篇章，先看语义，再看人物应答。语义不通，必有错解、脱文或错字。真是后生可畏啊！直言，以你的才学，就是去国子学做博士，也绰绰有余。做学官，仕途确实窄一些，但做学问不拘官职，只要有心、有学识，处处皆是求学之地。已晋的王文献公身居宰相高位，日理万机，理学却仍为天下第一。
他所辩古今丧服集记、礼义答问、理论要抄，皆为学者所宗。据说连北鲁都曾来求他的书。文献公过世后，我以为琅琊王氏一门只有王戎能继承他的学业，可今日我发现了第二人。之言，就是你，我绝非虚言。单论尚书，王戎未必能超过你。你的许多定论振聋发聩，只求一书，必能流传后世。太上有立德，其次有立功，其次有立言，虽久不废，此之万不朽。来人，撤去饭菜，我和之言要继续著书。我还没吃完啊。衣着简单，没有玉佩。刘先生，能否再借我13000钱？13000钱？你如此看重钱财，莫非染上了什么恶习？当然没有。那你嗜好昌乐？真的不是？什么时候？我见都没见过。难道你服食50散，又或者钻研炼丹之术？50散？就是白送我也不吃啊。这钱不是我借的，我是替一个朋友办事。好，这钱我出。多谢先生。但这钱还是算我借您的，日后我一定奉还。不必，只要能写完纸匣，就是10万钱，又何福道哉？钱我一定要还，我替我朋友一家谢先生救命之恩。钱财是小事，学问才是大事。我替天下学者谢之言撰此传世之著。来，继续，争取早日完稿。杜三爷定的还钱日子是3日之后，还有今天半天和明天一整天，时间够用。刘先生，能否先取钱给我？现在？我想先把钱送回去，送完钱我立刻回来继续写。也好，子介取钱。是。先生，我陪之言一起去，我也想向之言请发学问。可以，乘我的牛车去，快去快回。多谢先生。宇兄，你在车上等我，我同你一起进去。不必，送个钱，很快就回来。别拦我女儿！你们这些坏人，公子马上就到，有你们好看！公子，好啊，让他来，我还真是想他了。是谁想我了？公子，快救阿武！公子，让他过来。人啊，就是不禁想，我正想见你，你自己就送上门来了。杜三儿，约定时间还没到你就上门，人品有问题啊！死到临头还敢跟老子装蒜！实话告诉你，老子早查过了，琅琊王氏在荆州除了王泰，根本没有第二人。等你下了狱，老子再慢慢陪你玩。童路主，抓人！某乃江陵县营户村落主，有人告你冒充士族招摇撞骗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来了。他到底是什么来头？完了，怎么偏偏这时候来官差？哼，还不明白吗？我家公子是在笑你们傻。磨磨蹭蹭干什么？抓人呢！拿下！公子，快走！我乃琅琊王世子，尔等微末见利，竟敢凌辱士族，当真不要命了吗？叫江陵县令立即过来，我要让他亲眼看看他手下究竟有多愚蠢。你们都傻了吗？我已经查过，荆州除了王泰，根本没有第二个琅琊王氏。是吗？那俊学你也查过了？俊学祭酒刘昭，你也问过了？俊学的车就在村口。对了，我朋友也在车上，他是新野一氏的人。你去村口看看。于公子，院里出了些事，请您过去一趟。王兄呢？在院里。王兄，这是怎么了？没事，有人找死，我准备成全他们。那辆车上有聂阳刘氏的族徽，你看清楚了？看得真真的。再不认错就没机会了。小人有眼不识泰山，冒犯公子，请公子宽恕。
敢问这位公子是否星野羽氏？你是谁？一个放债的，得了失心疯，怀疑我们假扮士族，还叫了落主来抓人。你是本地落主？是，小人是营村落主，隶属江宁县。是。我现在怀疑这些人和山匪勾结，把他们全部抓回去审一审。吴律那里我会递帖子，一边是郡学士族，一边是广元大殿。他怀疑我不是士族，我就怀疑他是山匪。贵族不自正，这招确实好用。雨公子莫急，想抓人之前不问问我是谁吗？我问了，你没说。在下是广元底店主人，姓杜。这家人欠债不还，我是来要账的。那又怎样？我只是来收债，钱我们带来了。杜三儿，钱带来了，13200钱，数清楚。不过你这人不讲信用，说好3天之后还钱，今天就带人上门，是什么意思？请两位公子到院外一谈。有话就在这里说。有些话只想单独说给两位公子听。方才多有冒犯，还请王公子见谅。为表歉意，今日我做东，请两位公子到广元敌店用饭。你这唱的是哪一出？请问王公子与黑汉一家是什么关系？怎么了？公子身份高贵，与这家平民非亲非故，何必替他们还钱？你一个放债的有人还钱，你该高兴才是，何必管钱是谁出的？莫非你根本不想要这笔钱？我开门做生意，当然是为了赚钱，只是不想因此得罪公子而已。那你拿上钱，滚！是。三爷，实在不行，咱们就用强。用个屁强！能用强，我早用了，还用得着在这里费心思？您事先打点好，官司自然就平了。本来没人注意，你上下打点，岂不是把人都招来了？也不知道这琅琊王氏是从哪儿冒出来的。他真是琅琊王？他是真是假我不知道，但聂阳刘氏和新野羽氏做不了假。一件小事，牵出荆州2大氏族，这回踢到铁板了，不能再硬来，得想办法绕过他们。今日的事到此为止，回去告诉手下，别再来找这家人的麻烦。王兄对杜三爷疾言厉色，对这小吏却如此宽容，这是为何？杜三是条狼，你一露怯，他就会扑上来。铜锣主胆小，不敢惹事，今日来也是受人指使。今日若把他逼得太狠，他心里存了怨，日后遭殃的就是黑汉一家，受掉了。公子好厉害，坏人全都怕你。你也很厉害，被人抓住的时候忍了那么久才哭。没哭，阿武没哭。哦，那是我记错了。阿武真勇敢，对下人也如此亲近，应对杜三和铜锣主又进退有度，这个朋友交的不亏。今日多谢于兄相助，多谢于公子救命之恩。谢谢于公子。公子，我明日要回营了。你回营，阿武怎么办？阿武没事，1年前他就能自己在家。我已经拜托赵家阿婆和几个邻居照应他。公子，这是之前从郡学借的3000钱，还给您。3000钱？你没去赎刀？我担心。别这么拘谨，在我面前不用这样。我是担心公子另有安排，所以没去赎刀。先拿500钱把刀赎回来，还有丁九那里借的500，给他1500。1500？这太多了。不多，告诉他这是我还的，多出来的算利息，剩下的1000咱们一人500。我不要。公子刚替我们还了这么大一笔债，怎么还能拿公子的钱？收着。车还在等我，我先走了。怎么还不回来？子介不是答应过要尽快带之言回来吗？先生，哎呀，不要这么多繁文缛节，已经耽误不少时间了。快来著书。纸墨都备好了，赶紧开始吧。之言，
今日可不能早睡，至少写到亥时。亥时先生去睡，今晚我准备一鼓作气，直接完稿。好，我也不睡了，侍奉老师和王兄到天亮。不用你侍奉，赶快回家。你总住在这里，算怎么回事？我不回去。父亲对郡学存亡漠不关心，那个家我一刻都不想待。你这是什么话？子曰：视父母己见，见之不从，诱敬不为，劳而不怨。你劝谏父亲不成，也不可心生怨怼。我准你暂住郡学，是让你遵小病则寿，大病则走之意，暂避你父亲的怒火。如今气该消了，你就该回去尽人子之道。你马上就要定品，若因忤逆父亲坏了清意，轻则仕途受阻，重则终身禁锢。到那时，便是我这个老师的罪过。如果你还认我这个老师，就马上回家。学生遵命。回来了。是。回房读书。10月去国子学。儿子不去。你在郡学读了3年，卒业后本就该入国子学。儿子知道，但郡学若被废，儿子便留在荆州，助老师复学。学不复，不离京。你入国子学靠的是与世门荫，不是郡学举荐。可儿子既从郡学卒业，就不能眼看他被废。你能做什么？现在力量不足，便先保存学脉，待学校被废，再谋重建。连你老师都不敢说能重建，凭你？儿子还年轻，10年不成，便用20年。待儿子成为大儒，终有一日能尽人事，听天命。你们儒家讲君臣父子，父亲的话，儿子也可以不听。《孝经》有言：“父有征子，则身不陷于不义。”这么说，你是旧子，那我呢？我是那不义之父。您是南州士族领袖，是老师几10年的朋友，也是我的父亲。如今南州学脉有劫，朋友有难，儿子有急，您却袖手旁观，连一句话都不肯说。于公于私，您的所作所为，确实当不起一个义字。哼！阿进，你才刚回来，怎么又要走？父亲如此厌我，我何必留在这里给他添堵？乱说！你听我说，父亲不是厌你，那他为何一句解释都没有？你搬出去之后，父亲表面不说，心里一直挂着你。你今日回来，他第一时间让我来找你。他托人安排你入国子学，不是为了赶你走，是怕你在荆州受委屈。那是他想把我打发走，但凡父亲有一丁点顾念我，也不会不顾我苦苦哀求，连一句话都不愿意为君来说。就算没有我，父亲和老师可是几10年的朋友了，居然也不肯帮忙。就算不考虑私意，郡学关乎我州学脉，别说本州士大夫，就连外乡人，比如谢四娘子都鼎力相助。可父亲呢？所作所为实在叫人心寒。你们退开，我让你读《后汉书·党棍列传》，你可还记得其中教训？记得。那你应该明白，朋党之争从来不是简单的是非之争。世人一旦被卷入其中，便很难再只凭自己的本心行事。有人借名节争权，有人借清誉排异。你的意思是，郡学之事也牵涉其中？不是挂着朋党的名号才叫朋党，明处容易看，暗处最难查。兄长说的暗党是谁？我不是说某个人是暗党，我是说，如今朝中的局势已经不是单看一件事那么简单。接下来这些话出于我口，入于你耳，不得告诉第3个人，即便是你老师也不行。你能做到吗？只要不是害老师之事，我不会向外透露。你能守住这份心性，刘先生没有看错人。你即将入国子学，有些朝廷上的事也该提前知道了。当今陛下共有21位皇子，其中多有早夭，如今真正成年的皇子不过6人，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太子和晋灵王。太子萧长密32岁，晋灵王萧子良30岁。其他皇子虽然成年，但论声望势力
都不能与二人相比。尤其是晋灵王，他开西地，招纳天下才士，贤王之名已经传遍朝野。去年，陛下让晋灵王兼领国子祭酒，可晋灵王不是推辞了吗？他推辞，陛下便赐3望车褒奖。这份恩宠、声望和权势，已经渐渐逼近太子。兄长，可人人都说晋灵王与太子兄有地宫，难道都是假的？真假，我不知道。我只看他们做了什么。你可以说他们是在相互扶持，齐头并进。可皇室兄弟可以有很多，楚皇却只能有一个。所谓齐头并进，本身就意味着竞争。所以朝中已经形成了2股力量。姑且如此理解。两方若争，便会拉拢其他力量，尤其是几位成年皇子。3皇子庐陵王任中军将军，5皇子安陆王任护军将军，还有几位成年皇子各有势力，有人掌京中兵权，有人镇守地方，所以他们未必都会站在同一边。不错，这只是可能之一，也可能几位皇子各自为政，甚至彼此争夺。看来你读史确有所得。以巴东王为例，如果他也想收拢势力，经营自己的力量，巴东王不会，他连荆州文武都少有接触，又怎么会提前布局？若连你都能看出来，就不是心机。朝廷防藩镇从来不是没有原因，荆州官员有朝廷任命，也有地方士族影响，还有人代表朝廷监察。若他公开笼络荆州关联，任何动作都会传回监康。可他平日行事看似随性，却从不越过规矩。世人说他轻佻荒唐，但细看，他犯的都是无关紧要的小错，反而因为粗犷好武，在军中深得人心。你觉得这是任人唯亲，还是另有用心？兄长说的这个人，听起来不像巴东王，是不像我们过去想象中的巴东王，但这只是推演。我任主簿多年，与巴东王真正见面的次数也不过2、3次，所以不能说了解他。现在继续假设，如果他真的想培植势力，他会选择谁？刘铁是最好的人选。所以巴东王若想借柳氏之力，便会扶持王管学，甚至与荆州士族相争。不能这么简单看，巴东王不会主动与荆州士族为敌，他的根基在京都，王府中人也多来自京都士族。真有利益冲突，他首先考虑的自然是京都一派。而且6位成年皇子之外，还有一个人，他的地位比他们更特殊。豫章王，不错，天子宠弟，大司马扬州牧。当年豫江王无子，陛下曾将巴东王交于他抚养。后来巴东王虽归宗，这份养育之恩却无人能替代。所以他们也会站在同一边。不必事事结党，只要利益相同，选择便会一致。王管学由豫章王创立，如今要取代郡学，成为荆州唯一的官学。无论看河东柳氏，还是看豫章王，无论论亲疏还是论利益，巴东王都会默认这个结果。其他势力为了拉拢巴东王和豫章王，不会把他们推向对手，自然也不会替郡学出面。所以刘先生和谢四娘子的请求，注定很难改变结果。朝局若真复杂到这个地步，天子难道不知情？你以为皇上为什么突然让谢肥做中书令？谢肥不是前朝遗臣吗？正因为他是前朝遗臣，先皇受禅，他身为侍中、秘书监，本该解下送递玉玺，他却当众躺下睡觉，醒来直接回家。这就是陈君谢氏的大名士。换做别人，10颗脑袋也不够砍。他虽保住性命，却赋闲5年，外任3年，冷板凳坐到了底。如今皇上把他调回京都，授以宰相之位，就是因为他不沾任何一派。以他的脾气，也绝不会投靠任何一党。你说皇上对党争是知道还是不知道？知道是一回事，能不能解决是另一回事。皇上倾力推行减籍多年，今年不也彻底失败了吗？即便贵为天子，也不能事事随心，更何况我们。可父亲和天子有私意，只要父亲肯开口。糊涂！可父亲和天子有私意，只要父亲肯开口。糊涂！那不是寻常私意。天子借父亲笼络京土士族，也借他博一个访议问奸的美名。正因为父亲不入仕、不争权，皇上才肯同他谈闲话。父亲也因此能跳出朝局，说些真正有利国计民生的话。但有一条底线，绝不能碰皇子国亲，更不能卷入党争。永云3年，父亲若真应召做了太子舍人，皇上从此绝不会再给他一封私信。按兄长所说，郡学一定会被裁撤。我近来反复读《史记》《汉书》，只明白一个道理：世上没有什么事是一定的，变数永远存在，只是没人知道它藏在哪里。郡学的变数究竟在哪里？王爷已经决定以一场公开辩论决定郡学与王管学的存废。什么？
以一场辩论决定郡学存废。王爷主意已定，公文今日下午就会发出。学问是千秋之事，岂能凭口舌定输赢？如今王爷明摆着偏向王管学，谁胜谁废，还不是他一句话？既然公开辩论，旁听者必定不少。只要我们能从学理上驳倒柳潭，王爷也不能当众颠倒黑白。今文、古文两派争了几百年，谁能在学理上彻底驳倒谁？若比学问根底，我不怕柳潭。可在众目睽睽之下斗口舌，还要面对一个偏心的裁决者，除非取得压倒性的优势，把柳潭驳得哑口无言。柳潭才辩过人，学问精深，所以几乎不可能。不对，怎么不可能？世伯想到人选了，此人就在郡学，只要他肯出面，便有胜算。谁？王阳。你前天下午见过他还没走，他在哪里？世侄女，你这是……此人不可用。为什么？他轻浮无学。王阳若算无学，天下还有几人敢称有真才实学？你与他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他诗中用词轻佻，又惯会诗技脱身，这样的人如何担得起郡学存亡？一首诗何以断定他的学问？他年纪轻，纵有几分才气，学识和眼界又怎能与柳殿相比？你自己看，这是何物？王阳口述，我亲笔记录的上书指牙，尚未整理完。编简错乱，训义辩误，以文理互证，这些见解竟全是王阳提出的，这真是他口述的？一字不假。别的暂且不论，单论上书，此人足以开宗立派。若王阳真有这等学识，让他击败柳潭，郡学之危便可迎刃而解。世伯，如果他真能获胜，自然最好。可他以什么身份出战？是啊。王阳先生，刘昭来访，有书稿事宜相商。谢四娘子，她怎么会在这里？之言，你来了，过来坐。这位是陈军谢氏中书令谢大人之女，家中排行第4，人称谢四娘子。谢四娘子，王公子，两位都是青年才俊，今后可以多多交流。坐吧。之言，你的户籍在何处？来了。他问户籍，恐怕不是随口一问，必须换个方向。东海之滨，柞土狼牙，勾战行霸之地，始皇刻石之所。千年乡子，一朝沦丧。举头见日，不见狼牙。不道之言的乡兄土之情竟如此深重。我聂阳刘氏也是100年前从南阳迁居此处，如今全族上下，包括我在内，都以京土氏族自居。与你相比，我们当真是数典忘祖了。王公子祖籍琅琊，我们已经知道。世伯问的是户籍，不是祖籍。王公子的户籍在何处？健康吗？琅琊王氏大多世居健康，各族之脉我虽不能全部认清，却也知道一二。公子属于哪一脉？家家聚康何处？乌衣巷还是马粪巷？难不成是单独临沂一支？连这都问得这么细，看来不能再绕了。既然你步步紧逼，那就别怪我换个问法。谢娘子才貌双全，在下确实十分欣赏。只是婚姻大事，历来由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做主。你若真想了解我的家事，也该托人相问，哪有当面追着男子把这些问得如此精细的？在下十分感激谢娘子垂青，但我目前确实不想考虑婚配之事，只能辜负娘子美意了。之言，你先生，我知道你是好意，可我好歹也是当事人，你要为我说亲，总该先问问我的意见。再说，学问大事，难道不比拉媒重要？还是为谢娘子另寻良配吧。晚辈先告辞了。你站住！我没有。谢娘子，此事万万不可勉强，我们确实不合适。你胡说，我根本没有。是不是说的太过了？可我是黑户，经不起查。谢娘子，你别哭，我不是说你不好，只是天下好男儿多的是，
你又何必单恋？王阳，你混账！你混账！是之女，是之女。至少现在不必面对他。刘先生一心向学，为人厚道，至少比谢四娘子容易应付。之言，不是我说你，你怎么如此莽撞？人家是谢令家的女言子，怎么可能自行登门求你嫁娶？是我昏了头，我看他对我的事情问得仔细，先生又特意介绍他的身份，我还以为……还请先生替我向谢娘子解释一二，我就是个不通人情的书呆子，请他不要与我一般见识。你也不必太过担心，谢侄女不是小气之人，应当不会放在心上。那就借您吉言了。其实，她不是对你的私事感兴趣，她只是想知道你的户籍在何处，是否曾入过当地郡学。若没有入过郡学，可否先入南郡学府？入郡学？以你的学识，本不该困在一处郡学之中。只是如今南郡学府确实需要一个能站出来的人。你的才学我亲眼见过，若你愿意出面，没人会怀疑你的资格。只是如今南郡学府遇到了生死弄关，若让他们得逞，荆州传承多年的金文尚书之学便会断绝在我这一代。学绝道丧，是学者之大恶，也是学者之大罪。老朽为荆州学脉，请之言挂籍郡学，待郡学出战。若胜，和天不丧斯文；若败，也是时命如此。老朽仍感念之言恩义，绝无半句怨言。王管学的创立者是豫章王，主事祭酒又是河东柳氏。若我出战，岂不是要得罪这些大人物？单说我是个黑户，顶着琅琊王氏的假身份，就不该引人注目。我知道此事不容易，王爷原本倾向王管学，虽说许下10万钱作为胜者酬赏，其实不过多少钱？奖给胜者。若之言取胜，这10万钱便是你的了。我穿越而来，一贫如洗，连身上的衣服都是借钱买的，如今还欠刘昭16200钱。就算先生不催债，也不能一直在别人家白吃白住。先生方才说的挂籍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把你原来的户籍暂时借，先挂在荆州，这样你才能入郡学。连挂籍都不懂，看来他一直埋头做学问，确实不通事务。可是，如果我没有户籍，怎么办？没有户籍？什么叫没有户籍？你不是住在一星吗？难道没有上户籍？不是我不想告诉先生，只是实在不足为外人道。抱歉，是我唐突了。莫非涉及琅琊王氏的家族隐秘？难道是豪门恩怨，私生子流落在外？所以，如果能解决户籍的问题，你愿意代表郡学出战王管学吗？我必尽全力，不负先生所托。好。寻常无户百姓入籍自然不难，可之言是士族，这户籍要如何办理？先生，是有什么不妥之处吗？若在减籍之前确实好办，可现在没关系，这件事交给我，直接办理原籍虽然不可能，但若只是挂籍，让我想想办法。那您先想着，我出城一趟，晚上就不回来吃饭了。直言，7天后就是论学之日，柳潭学问精深，万不可小觑。放心。这户籍到底该怎么办呢？哇，这就是荆州城啊，好大好高，能去上面看看吗？城头不让随便上。一般人不让上，但像公子这么好看、这么厉害的人，一定有办法上的。阿武啊，不是什么时候拍马屁都管用的。哦，拍马屁是什么意思？公子，什么是楼？这就是楼。这是什么楼？是什么意思？在不知道或者不好回答的时候，就可以说公子，这儿有草丛吗？你找草丛干什么？
这么一小包白碱糖居然要23文，之前看到的旧马鞭也才卖10文钱，这江米条真不便宜。公子，您看看这些罗扇，都是上好的料子。还有这把扇面用的是江南细绢，最适合世无公子赏玩。没有折扇，你们这儿可以定制扇子吗？当然可以。敢问公子想要定制什么类型的扇子？扇面要用纸，能够一叠一展。扇骨收拢时，扇面随之折起，展开后要能撑出完整扇面。公子做这劳夫子的物件干什么？店里这些扇子既美观又方便，哪样不比它好用？这种东西扇出来的风恐怕还不如蒲扇。既然是扇风的，为何要把它折起来？这些你不用管，你只告诉我能不能找到足够坚韧光滑的纸。或许可以，只是这种硬纸通常又厚又粗，实在上不得文人雅士的桌席。纸必须是白色，色泽要亮，鲜白如雪。做这样一把扇子要多少钱？这小店从没做过，还要试做，物料人工都不少。这样吧，我也不多要，200钱。公子，我就说去那家买，那家只要50钱。是哪家？我跟您说，不少小作坊专门糊弄人，看着要价低，做出来的东西可不精细。那家要2天，我希望明天就能拿到。明天中午之前必定做好。那我就在你家做，给你40钱，每扇40钱，做得好，30把扇子全在你家定，7天内做出来，你做得到吗？7天30把，时间太赶，价格又压得这么低，就算做出来，质量也不会好。如果我说7天后每把扇子能让你挣1000钱呢？多少？公子说1000钱。公子是来拿我寻开心的。本公子没这个闲工夫。30把折扇，10把黑饼，20把原木色饼。7日后先拿黑饼扇出来卖，每把售价1万钱。黑饼卖光，再卖20把原木色饼，每把8000钱，不可降价。1万钱？一把破纸扇卖1万钱？我有办法让这30把扇子销售一空。黑饼每卖出1把，1万钱里给你提1000；原木色饼每卖出1把，给你提800。怎么样？这钱你赚不赚？公子说笑了，那就多谢公子，只是小本生意，30饼扇子一共1200钱。公子是付现钱还是？不用找了，先做一饼给我看，明晚之前送到司马街郡学找王公子。记住，钱不是问题，质量第一。做得好，我就在你这里继续订30把；做得不好，这买卖就算吹了。公子放心，小的一定尽心。明明40钱就能买到，公子为什么给他那么多？该省钱要省，该花钱时也不能含糊。折扇以前没人做过，店家若心不甘情不愿，怎么会尽心？给他些甜头，让他高兴，也让他觉得以后还有赚头，他才有动力把事情做好。那阿武做错了，不该说40钱。你没做错，价必须压，不然老板一开始就把我们当冤大头。比如一上来就报价100钱，就算成交，他也未必满意，还可能觉得自己要少了。先谈定40钱，再给他100钱，同样给100钱，结果完全不同。好像有点懂了，可是这是什么道理？人情如此，你听过朝3暮4吗？从前有个人养猴子，对猴子说，以后每天早上3颗栗子，晚上4颗。猴子们一听，全都不高兴。那人马上改口，说早上4颗，晚上3颗。猴子们立刻开心了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道理？公子，能不能买包栗子？这也不到1袋啊，说好的是1袋，不够满，再装一些，再满一些。朝3暮4的道理，他倒是没听懂。栗子倒是1颗也没少。你看，你看，我都说了装不下了。阿武，回来，这些够了。闪开！撤！阿武！
阿武，有没有受伤？没事了，没事了，公子在这里。这是什么？多谢姑娘仗义出手，在下感激不尽。没事。哪个不长眼的东西敢伤我的马？散开，都散开！姑娘，怎么样了？没伤到吧？我乃……姑娘，我只是担心你受伤，没有别的意思。我在和你说话，你听不见吗？是听不见，还是不会说话？你倒是会说话，可惜不会说人话。你家孩子？是我家孩子。哼，好，既然给你们脸你们不要，那就别后悔。谁也不许走，给我看仔细了，我这可是纯种辽西大黑驹，市价至少3万钱，就算有钱也未必买得到。你们伤了我的马，每人赔2000钱，不拿钱谁也别想走。3万钱？黑汉说过，盖一间瓦房也不过1-2万钱，一匹马竟比房子还贵。阿武，阿武，醒醒！没必要，他骑马冲撞行人，过失在先，我们不需要赔钱。哦，这不是纯种大黑驹，是辽西大黑驹和江淮黑马杂交的小黑驹。小黑驹也得2万钱，你们每人赔1000钱。废话少说，赶紧拿钱！骑律禁重中走马，凡走马成事杀人者，不得以过失论。你于闹市骑快马，若非这位女侠出手，你现在已摊上人命官司了，居然还敢倒打一耙！哎呦，这儿还有个懂刑律的，说不定也是个小寒门吧？不报个家门，为自己撑撑腰？不必，就事论事，我也不欺负你。你不欺负我，哈哈哈哈！好，那我真要谢谢你。不用谢。知道老子是谁吗？居然跟老子谈骑律！老子在这条街上骑马骑惯了，从来没人敢多嘴。你居然敢跟我谈骑律！所以你的意思是，大齐的法律管不了你？天老大，你老二，横行无忌，整个天下谁也不放在眼里，是不是？我没这样说，你不要无中生有。那现在说你违反骑律，闹市走马，差点杀伤人命，你敢不认？你敢不认？我乃巴文王骑卫长，有紧急军情送呈王爷，不受常法所拘，反而是你们伤了我的马，耽误军情要务，都得法办。军中报信，立当插红、白、蓝、黑4旗，密信不拘。但倘若你有密信，就不该告诉我们。若真是紧急军情，便是马死了也不能停留，你却在这儿纠缠良久。不是胡编，便是渎职。你是谁？荆州本地的吗？你怎么知道军中的事？问你话呢。姓氏，户籍何处？把斗笠摘了。鲁阳遗文由北谍入，你2人劫伤军马，耽误军情。我现在怀疑你们是别有用心。你马上到市楼去，叫市令立即来拿人。你到郡学去，让郡学祭酒刘昭立刻来见我。郡学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刘先生一向醉心学问，琐碎小事就不要麻烦他了。王将军，我家娘子的车在那边，请您过去。你家娘子是？谢四娘子的车。袁家路窄，散了散了，别堵着道。啊，这什么话？真是再挡路，便让士兵来抓人。
谢娘子，多谢。阳到了，阳到了，阳了他一身，他正咳着呢。你说，要不咱们掉头再阳他一次？你家主人倒是会选地方，城里的宅子还能有这么大片竹林，可不多见。主人说，这是当年竹林七贤的竹林，转生于此。这话也只有他能说得出来。我这朋友人不错，只是性子吃怪，任凭其有软疾之风。待会儿若冒犯了你，你千万别见怪。连王爷三请都不肯出世的人，我倒要看看究竟是什么名士风采。将命施于远京西，遂旋返而北去。敬畏，这是又有出游之意了吗？刚买的宅子，我可不出门，我这是神游。瞻旷野之萧辽兮，西隅驾乎城虚。卓二子之还记兮。向师兄怀念旧友，作思旧赋。如今你老朋友到了面前，怎么连一眼都不看？我昨日兴起下帖请你，你又不来。如今我兴尽，又有什么好看的？我当时有事，我正在整理一卷奇书，纸条上书。停！你们儒家那摊子事儿，千万别和我说。那客人来了，你总得让个座吧？这个不行，这个也不行，这个更不可能。你干什么呢？明阳，你看这7块石头像不像7个座位？是很像。石座立在竹林之后，岂非天意？这就是竹林七神当年的座位。时隔200-300年，竟还能如此相似，这不是旷世强援是什么？宅子原主人说，这7块石头立在这里很久了，天生就是石座。他有时晚上还能听见7个人说话，起初还以为闹鬼。我就是为了这7个石座，我等了1夜，没听到说话声。想来七贤也不会天天来，不过宅子已经是我的，总有等到的一天。到时我朝以老庄自愈，悉与七贤为友，其乐何哉？哈哈哈哈！他这股吃劲儿倒是有点意思，换做我中二之魂上来，只怕也好不到哪儿去。说不定是原主人为了把宅子卖给你，特意摆的石座编的故事。我开玩笑的。这玩笑好像就是真相。无所谓，即便真是如此，那也是原主人为了我特意凑成竹林7座，其意甚诚。这也是冥冥之中的定数，因缘集会，要借我宗侧之手再现竹林之游。这是戚康的座，这是阮籍的座，这是山涛的，这是向秀、王戎、阮然的。我做的是向秀之座。你为何不做阮籍的座？你不是最倾慕阮籍吗？阮四公的座，我怎么可能有资格坐？阮籍、嵇康、山涛这3人的座，我不配坐。王戎非我辈中人，他的座我不屑坐。刘林、阮咸不如我，做了也没意思。至于向秀嘛，和我差不多，倒是可以一坐。来，明阳，你坐刘林这儿。他说刘林不如他，却让我坐刘林的座，这不就是在说我不如他吗？这位就是我和你说过的天才少年王阳，王之言。不敢，晚生王阳，见过宗先生。时无英雄使庶子成名，如今什么人都敢称天才了。敬威，你太过分了，之言可是我的座上宾。那就让他回你的郡学坐去。这7个座位岂是谁都能坐的？不坐实坐，就让他进屋坐。不掩饰喜恶，想到什么便说什么，倒是个真性情的人。之言，坐不坐无妨，先办正事。求人办事，座位算什么？户籍能办下来就行。我今日来是想请你帮忙。我又不懂这些，你要办事你来找我，直接找宗瑞。你儿子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他和你一样倔，你不开口，他怎么可能答应？不管。敬威，这些俗事我从来不管，连你郡学要倒了我都没插手，弄个户籍更不关我的事。什么叫弄个户籍？之言本来就是琅琊王氏的人，只是以前没有入籍，如今补办而已。怎么能说是士族哪有补办户籍的？真要补办，也该是琅琊王氏去找尚书使协调。你跟着操什么心？我不说这个了。你的郡学是不是真的要倒了？那你跟我改学玄学，儒家那一套实在没意思。放屁！我不来诋毁你的老庄虚谈，你也别来诋毁我的孔圣大义。便是郡学倒了，我也坚守善道，九死不悔。且有大觉而后知此其大梦也，而愚者自以为觉，窃窃焉知之。君乎？木乎？酷哉！他这是拿庄子讥讽孔圣大义，今日有求于他，不能和他计较。我知道你不喜儒学，所以郡学的事我从未求过你。
但这件事非得你出面不可。看在我们多年交情的份上，帮我这一回如何？我是学庄子的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庄子最讲无情，你跟我谈什么交情？庄子不是无情，反而最深情。哼，你怕是连庄子都没读过吧？老子云：六亲不和有孝慈，国家混乱有忠臣。只有亲人之间缺乏孝慈，人们才会反复提倡孝慈；只有国家混乱危亡，忠臣才会显现。同样的道理，什么样的人才会高喊无情之道？正是心中怀着深沉感情的人。太上亡情，最下者不及情。不及情的人，连有情无情都谈不上。只有一往深情又被深情所苦的人，才会向往无情，才会琢磨出无情之道。庄子中长叹可不哀耶，不亦悲乎？悲乎岂不亦悲哉？真正无情的人，又岂会说这些话？之言，你……他不是只通尚书的儒学少年吗？竟然连老庄也能谈。庄子妻死，骨盆而歌，不是无情是什么？若真无情，又何必骨盆？何必歌之？那是无可奈何，只能作旷达之语，自我排遣。骨盆而歌，不过是长歌当哭。天下事，一遇无可奈何，最是苍凉。阮籍母死，仍下棋吃肉，蒸肥豚，饮酒3桶。为何？以放肆不近人情的行为，遣散心中快意。庄子说：相濡以沫，不如相忘于江湖。真正薄情之人，又何来相忘？薄情之人不必忘情，唯有深情之人才需要忘情。所谓不如相忘，不过是感叹之言，看似无情，恰恰是多情之语。所以说，大音希声，大雪无痕，至乐无乐，至情无情。至情无情，至情无情，说得好，说得好啊！我读庄子40多年，竟没参透。来，王老弟，你坐这儿，接着说。之言，你什么时候？别打岔，别打岔。为了护急，先把这位宗先生说服。庄子以天下为沉着，不可与庄语，故设奇言怪谈，渺漠宇宙，细薄圣贤，状似诙谐之词。人皆知屈子之哀怨，却不知庄子之哀怨。屈子之哀怨在一国，庄子之哀怨在天下。屈子之哀怨在一时，庄子之哀怨在万世。庄子在物篇有言：今世殊死者相枕也，衡阳者相推也，行路者相忘也，而儒墨乃使离局攘臂乎桎梏之间，亦甚矣哉！能说出如此卑微天下沉着，儒墨皆不能救，这便是所谓才思其说，以矫天下之弊归于正道。说得好，说得好啊！怎么样？你总说老庄消极，无益世代，如今知道庄子也有忧世之情了吧？你得意什么？你不也是才知道的吗？王老弟，起来，别坐山松这儿，坐集中那儿。你这番高论，当得此座。不用了，我坐这儿挺好。这怎么能挺好？山硕岂能和鸡中散相比？王老弟，你接着说。庄子言：倭国相争，伏尸100万。又言：窃钩者诛，窃国者侯。之言。慎言。南齐立国不过11月，当今天子的父亲便是逼刘宋禅让而得天下。窃国者侯，确是犯忌。怕什么？今日听到这话的只有3人，每人重复一遍，自然没人告密。你认真的？我先来。窃钩者诛，窃国者侯。窃钩者诛，窃国者侯。该你了。我不说，你这纯属胡闹。哈，没事儿，刘学究不会出卖咱们。王老弟，接着说。我只是引用庄子，没有影射朝廷的意思。知其愚者，非大愚也；知其惑者，非大惑也。大惑者终身不解，大愚者终身不灵。庄子悲天下之愚，哀天下之惑，悲其不幸，哀其不争。眼极冷，心肠极热；眼冷，故是非不管；心肠热，故悲慨万端。虽知无用，而未能忘情，到底是热肠挂住；虽未能忘情，而终不下手，到底是冷眼看穿。之言，你精通玄学，
略懂而已。你要是略懂，那我岂不是白痴？走走走，王老弟，跟我去个地方。什么地方？如今连老王也有如此见解，这个王之言到底是什么人？沐晨华服，焕如极雪。妹妹的茶烹得越发精进了，看来慧素师太教得不错。只是慧素的茶道学自蜀中玄畅禅师，最喜弹叶和大造理。你换成莲子、昌平，虽有自己的意思，却和巴东茶格格不入。可惜姐姐是女中诸葛，七窍玲珑心，本来就不易入睡。若喝正宗巴东茶，岂不是更睡不着？姐姐今日刚到荆州，便知道我跟慧素师太学茶，可见眼观六路，劳心太过。我用康蒲代弹叶，也是一片好意。你这丫头，嘴上向来不让人。我才说一句你的茶，你便说我劳心太过。谁让你名声太大，搅得荆州年少寤寐思服，一举一动都有人盯着。什么寤寐思服？姐姐休要胡说，还瞒我。骆驼江湖载酒行，楚腰纤细掌中轻。那掌中轻的楚腰，说的不就是我们小心寒吗？这个登徒子，世间好色之徒多的是，略有几分文思，便要成笔。大都是白痴蠢蛋，哪有什么真才实学？你若要计较，计较得过来吗？那徐三公子呢？他才学深博，朗述多通，连我父亲都说他有良史才，起家官便是著作佐郎，前途无量，这才是真正的才子吧？徐况不过一个书呆子，你提他做什么？外面都说你家要和东海徐氏联姻，徐况对姐姐情根深重，姐姐也对他亲言有加。萧伯伯还夸他是国之才子，连你都知道了，难道这是真的？算是吧。不过我对他亲言有加，不可能。我父亲那句国之才子也明显是客套话。徐家故意宣扬此事，一是抬徐况的身价，二是逼我就范。徐家竟如此卑劣！卑鄙算不上，只是手段实在不高明。你不生气？没什么好生气的。刘老国公卸任尚书令后，此职便由晋灵王兼任。徐孝嗣是武兵尚书，正是晋灵王的下属，与晋灵王朝道共事，情好甚重。可徐孝嗣最是滑头，不肯就此和晋灵王绑定，所以又要与我家联姻，以结好太子。这种时候，我父亲自然不会把徐孝嗣往外推，太子也有意笼络他。于是这篇文章就落到了我身上。说到底，不过是互相利用。太子和西昌侯都想促成这门婚事，那姐姐怎么办？我若是不想，他们谁也不能逼我。不过我长你3岁，已经嫁得迟了，再拖下去，早晚也要嫁。世间男子多是庸碌无能之辈，嫁谁不是嫁？庸碌无能者虽多，却也不乏真正的才子。才子又如何？不过卖弄文采，雕琢词句，便是文盖相如，诗抄曹植，又于是何意？文章者，经国之大业，不朽之盛世。自古大才子，立言者有之，立功者亦有之。上观天文以察时变，下观人文以化成天下。诗经300篇有每次之德，汉大赋有讽谏之意，流传千古，万世称颂，怎能说与世无用？瞧你这认真的模样，以后肯定嫁个大才子。我是为你担心，你还拿我打趣。娘子，宗先生来了，正在外面捶门大喊，说要见您。可他没下名次，门缝不敢开门。他哪会下什么名次？想来是不服输，想把那部郭象手写的《庄子注》讨回去。听说他那儿还有部《老子大对敌注》，也是古本。看来不再输给我，他是不会罢休的。小心寒继续赢他，轻轻弹，学学茶，这很好。不要插手杂事。我从角门走。姐姐别走啊，我还要请你教我如何保住郡学。世人只道姐姐是帝京3姬中最深居简出的一位，却不知道她胸中韬略足以盖过朝堂上多少须眉男子。你看，这就是杂事。等你们家的船一到，盘完货，安顿好生意，就马上回健康。记住，不要和巴文王搅在一起。姐姐，你来荆州真的是为了游览名胜吗？谢丫头，你出来啊！别躲在里面不出声。我知道你在家。你怎么知道？宗先生，我真的肚子疼，你就让我走吧。真的肚子疼？是啊，确实是疼。快开门！我兄弟要如厕。我就不该跟他来。我家娘子请先生进。是你？
叫谢丫头出来！我今天找了个清谈高手，定要杀杀她的威风。你不能进，我家娘子没请你，尤其是他。他是我兄弟，和我一起有什么不能进的？娘子，宗先生已经进来了。王老弟，跟紧，可别让谢丫头跑了。后继还有仰光宗侧，现在人也已经进来了，只能硬着头皮走下去。娘子，谢丫头，这么久不开门，是怕了我吗？宗伯伯，愿赌服输。上次连输2局，还不服气吗？你少得意，这次我找了个清谈高手，定叫你俯首认输。是吗？在哪儿？王老弟，怎么才来？快点！昨日多蒙谢娘子出手相助，在下感激不尽。你们认识？来人，将这个登徒子打出府门！谢姑娘，有话好说。如果我有那姑娘那样的身手，还用怕这几个家丁？都别动手！丫头，你这是做什么？问他自己，问他自己。你到底做什么了？登徒子，难不成你……这是什么眼神啊？没有的事。昨日上午谢娘子问我家事，我还以为她想……你还敢说？我也不想说，那是误会啊。那骆驼江湖再久行呢？难道也是误会？我一个清清白白的姑娘，就因为这首诗被那些轻薄小子乱传乱译，甚至成了妓馆里的流行曲目，这还不够丢脸吗？但不是你写的，你写的曲还是词？词写的好啊，就是曲子配的不行。不，词和曲都不是我写的，我又不懂诗，更不懂曲。外面怎么会唱这首诗？我从没告诉过别人，难道是小胖传出去的？也不对，他写的东西从来不肯给人看。诗里赞的是谢安功业，也没什么忌讳。难道他介意诗中写谢安年纪有辱家名？把这个登体子送到江阳县衙，我要告他戏辱侍女，背礼上轿。若真进了县衙，户籍一查，我的身份就彻底暴露了。我知道了，谢娘子一直对我怀有敌意，原来是误认为这首诗的作者是我。你还装？我确实听过这首诗，却不知谢娘子为何认定是我所作。骆驼江湖再久行，楚腰纤细掌中轻。这2句写的不错，但绝非我所作。我可以对天发誓，反正这2句是杜牧写的，要找杜牧去。娘子，那日拦车之人，奴婢也只听见声音，并未看清面貌，声音相像，未必就是他。既然谢娘子不信，那便去县衙分辨清楚，也好还我一个清白。这就走吧。谢丫头，不过一首小诗，都是些风言风语，傻子才当真呢。真闹到县衙，还是从你府上押出去的，外面那些好事之徒不得跟着起哄？且不管这诗是不是我写的，总归是我行事轻浮，才让谢娘子误以为诗出自我手。所谓苍蝇不叮，还是我自己言行有差，在下向谢娘子赔罪。丫头，都是误会，我今日可是特意来找你清谈的。天狼请亲，正适合一谈，何必在这种小事上浪费时间？我不想见这个人，让他出去再谈。那怎么行？我又谈不过你。王老弟是我特意请来的援兵，他走了我怎么办？我不和这种轻薄之人轻谈。你不会是怕输吧？激将法对我没用。王老弟，快帮帮忙！为了上户口，拼了！算了，我们还是走吧。我刚得罪谢娘子，心里过意不去。再说，我以前赢过她一次，若是今日再赢，岂不是欺负人？你胡说八道！什么时候赢过我？尚书与共3江之变，你不是输得心服口服吗？公子学问英博，小女子佩服。那是经学，若换成清谈，你在我手下走不过3番。这不就成了？王老弟，谢丫头要和你清谈。谢娘子既然如此有信心，在下自然奉陪。坐。今日便以3旋清谈定胜负。 3番之内，我便能胜你。还是算了，一会儿赢了你，你又找茬生气，再翻旧账，太累。先堵住他的嘴，以后他再提拦车那笔账，就说他是清谈输了，故意记恨找茬。少废话，我跟你谈。但你若输了，给我当10日奴仆，端茶送水，听我调遣，任劳任怨，任打任骂。幼稚。好，但你若输了，帮我抄一部书，6日之内抄足300份。这书多少卷？多少字？一卷4000余字。简单。我请10名庸书，每人每日抄5份。6日之内，内容不得外泄。可以，我把他们拘在府内，6日之后再放。有钱就是好，若我也有钱雇人，何必拿清谈来赌？谢丫头，若你输了，还要把郭相手写的《庄子注》还给我。可以，但我若赢了，
你把那部盖有王狂印章的《老子道德砥柱》送我。你若赢了，不是已经有王老弟给你当奴仆了吗？那是我和他的赌注，与你的赌注自然另算。王阳的《庄子深情论》精彩绝伦，拿出来定能压住他。可清谈不只论利益，还要往返辩驳。王老弟的辩才究竟如何？一卷《道德集》而已，押上吧。一卷《道德集》而已。王老弟，你知道那是什么朝代的抄本吗？什么朝代的都不要紧，因为他赢不了。我信你，赌了。好想揍他。今日清谈，王老弟为主，谢丫头为客。王老弟先论，谢丫头再驳难。王老弟有《庄子深情论》，便以此论先声夺人。拿准备好的东西有什么意思？既然要谈，便由我来立例。登徒子好色论。谢娘子错了，妾以为登徒子人之常情，焉可为好色之人？宋玉作登徒子好色赋，不过先入为主，不辨情由，平白冤枉了登徒子。其妻蓬头立耳，高唇丽齿，旁行居陋，又戒且至，而登主子悦之，实有五子，非好色而合。妻丑不贤，恰恰说明登徒儿并非好色。夫妻生子，天经地义。若生五子，便算好色。尧有10子，舜有9子，难道在谢娘子眼中，尧舜都是好色之君？妻丑不贤，并非不好色，而是他好色到了无所挑剔。生子本非好色，可他肆其所欲，连生5子，如此不加节制，还不算好色？肆其所欲？你知道什么叫肆其所欲吗？孔子曰：过犹不及，又曰以礼节之。肆欲便是不节制，不节制便是过头，过头便是好色。娶一位丑妻，生5个孩子便是不节制，谁规定的？我。你凭什么规定？此论由我立，好色2字自然由我鉴定。我说这是不节制，它便是不节制。照你的定义，我也算好色？哼，你以为呢？告自于食色性也。礼记又言：饮食男女，人之大欲存焉。亦以乾坤为基，诗300始于居娟之唱。圣人尚且不会颜色，何来贬义？上钩了。左传云：今纳下机，贪其色也。贪色为淫，淫为大罚。贪色即好色，好色为淫，淫便是大罪。非也。淮南王续《离骚传》曾言：国风好色而不淫，小雅怨匪而不乱。可见好色未必是淫。孟子梁惠王下曰：寡人有疾，寡人好色。好色是疾，是病。孟子万章上也说：好色，人之所欲，知好色，则慕少爱。礼记访记云：故君子远色以为民计。色若可好，君子为何要远离？上有所好，下必甚焉。楚王好细腰，公娥多饿死。细腰本身无错，错在楚王身居高位，不该纵其所好，色也无错。君子忧心百姓争相效仿，以致过度，故而对外远之。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。孔夫子这句话只说世人好德不及好色，可没像好色不好。若色是好的，夫子为何说年少之时血气未定，戒之在色？下一句是及其壮也，血气方刚，戒之在斗。难道斗也是错的？当然，夫子说过：抱虎朋和，死而无悔者，无不与也。孔子作春秋，而乱臣贼子惧，这是不是斗？孔子为鲁射象，7日而诛少正宝，这是不是斗？孔子曰：国亡而夫之也，知而非忠也，亡而不死非勇也，这是不是斗？国家危亡之际，不斗而和；正义涂炭之际，不斗而和；生民受辱之际，不斗而和。该斗之时，虽千万人，吾往也。该好色之时，虽妻丑，亦无所愿。谢丫头，这一局你输了。若生5子，便算好色。尧舜岂非都是好色之君？该斗之时，虽千万人，吾往也。先攻其不备，再引我改换令题，借我对他的怒气，逼我露出破绽，最后回扣登徒子之论，环环相扣。这个人果然诡诈。王公子心机深沉，舌灿莲花。这一局是星寒输了。星寒？你叫谢星寒，是哪2个字？星光的星，海涵的涵。影其星泛晓，光似露寒秋，好名字。你不是说你不懂诗吗？略懂，
嘿嘿，略懂。那这2句呢，也是别人写的？是别人写的。你等一下，谢丫头，你既然认输了，那赌注……欠你的赌注，我自然会给。但方才所论不过是儿戏，并非正式清谈。王公子可有胆量与我再比一局？这次谈真正的玄学。若你又输了，怎么办？你想怎么办？王公子，门外有郡学仆厨送来的纸条。我还有事，这就告辞。晚些时候，我让人送来那卷书给你抄。放心吧，我答应的事一定做到。王老弟，你这是要去哪儿？我还准备带你去西茶州访友呢，去见一个故人。下次再聚。丫头，快把庄子柱给我，我也不在这儿碍你的眼了。小宁，去给宗伯伯取书。宗伯伯，你是怎么认识王阳的？够了。嗨，说来也巧，今早刘昭带他来找我办户籍，我说我办什么户籍？办什么户籍？我说办户籍了吗？我说的是办壶剂。最近我配了几味药，要搅拌成壶，制作成药剂，所以叫办壶剂。王老弟在我那儿做了一番《庄子深情论》，一下就把我和刘昭镇住了。我给你讲讲，保准你没听过。也好。公子救我！快起来，出了什么事？慢慢说。小人今早接到条令，要去天门郡戍守。天门离荆州城400多里，小人这一去，可能年底才能回来，到时候就没人照顾阿武了。天门进南蛮会有危险吗？小人不知道具体会被派到哪里，但无论去哪儿，都比阿曲树危险。1个月前，曹公林哨所被屠了，那儿还在江陵县境内。天门郡地处蛮中，蛮子只怕更加猖獗。小人是兵户，本不该挑剔危险不危险，可这项调令来的似乎有些奇怪。怎么奇怪？术役一般从本郡征发，很少调动外郡，就算人手不够，也通常是整屯整数里调。即便抽调，也是各屯数自行选人。可这张调令是直接发给我的，上面还写了我的名字。你们队只调了你一个人？是，连队主都觉得奇怪，还问我是不是走了什么门路，故意调去天门郡。小人起初也想，会不会是公子安排的？可公子知道阿武的事，不会把小人调去外郡。再说，以前出现过类似的调令吗？若真是提拔，调令上也该写明才对。从来没有。2年前，我们也被抽调去永宁郡，可那是整队调动，军官被点名要走，还有先例。可我只是个卒子，谁会点我的名？难道军府改了规矩？小人认错了，不是他。他曾救过我的命，这个忙我必须帮。公子，没事，我来想办法。军中的事，我实在说不上话。那就不拦跳令，直接替他脱去兵籍。当初讨好公子的目的就是这个，没想到公子竟然一直记得。脱兵籍比拦跳令更难，要么立下奇功，要么由天子明诏恩赏。前朝孝武帝曾有过2次，那也是特典。本朝开国至今1次都没有。过去还能私下请托，可朝廷推行简籍后，校级衙司严查冒籍、逃籍，谁敢替一个兵户改籍？所以直接脱籍行不通，至少寻常门路行不通。不过我倒有个主意，6日后的白虎道场论学，王爷会赏胜者10万钱。你若胜了，就谢绝赏钱，向王爷讨一道恩赏，让王爷放免他的兵籍。直接放免，王爷未必肯。但你是琅琊王氏，若求王爷将他的兵籍转入你的属籍，让他成为你的部举，王爷应该会应允。部举虽依附士族，却比兵户自由，也能留在主人身边做门客护卫。兵户转为平民极难，转成士族部举却有先例，这是眼下最可行的办法。不行，小人不值10万钱。公子，小人去天门郡没什么，您不能为了我舍掉10万钱。其他的不用你管，我只问你，想不想做我的部曲？
小人做梦都想。好，那就等6日之后。可我等不到6日之后。调令写的是接令即行，我苦求薛队徒，才换来1天安顿家小。明日一早我就得出发。谢娘子有没有办法？不必替她拖急，只要把军令拖延6日。谢娘子结交的都是高门显贵，可她不是荆州本地人，在军中没有根基，调发戍卒归外兵参军掌管，官职太低，她未必认识。那就请她越级去找荆州司马。为了一个戍兵惊动荆州军中2把手，动静太大。只要有用，动静再大也得是。还有一人。谁？羽翼，他是西楚士族领袖，门生故吏遍布荆州。羽氏一门，朝中5品是荆州主簿，次子就是我的学院官员耿于陵。子介，那我请他去求更功。这2日怎么没见子介？他请假在家，病了，应当是被他父亲禁了足。耿毅此人虽说有些罢了，你毕竟出身琅琊王氏，可以登门一试。主人，门外有位琅琊王公子，自称是2公子的好友，他要探望2公子，也想拜会主人。就说我们出门了，怎么还不去？主人，他毕竟是琅琊王氏，哪来那么多琅琊王氏？王公子来得不巧，主人和2公子都出门了。真不在家，仆人何必先进去通报？走，去谢府。四娘子不在府中，去了哪里？何时回来？小人不知，我在里面等她。府中有规矩，没有主人吩咐，外客不得入内。回俊学，把我昨夜写的书稿取来。尚书金古文指辖，不是刘先生数落的那卷，取我单独写的那篇4000余字。这是谢娘子等着要的书，她一回来，立刻告诉她我有要事相商。小人记下了。再去找宗策。宗先生去了西哈州，今晚不回。求人办事，连人都见不到，为什么一定要求别人？离了他们，我王阳就办不成事。公子，要不算了，去天门郡也没什么。我把阿武托付给邻居，多留些钱便是。等您向王爷求了恩赏，再把我调回来。你不能去天门郡，这份调令有问题。有问题？天门郡若缺兵，该整队整屯地征发，为什么单独点你的名字？你一个普通戍卒，有什么值得他们指名调走？会不会只是上面随手从兵籍部里圈了我？你要把命压在万一上令。若这不是巧合，对方费力把你单独调去天门郡，目的是什么？真有人在针对我。走，去哪儿？我要问清一个人的底细，再借几样东西。这里就是外兵参军焦正的宅子。正是。不是说他出身卑寒吗？一个下级军官哪来的钱住这种宅子？公子有所不知，焦正出身庶民，行旅起见，曾在京城禁军任职。3、4年前调任荆州外兵参军，官职不高，也从未升迁，却一到任就买下了这座大宅。都安排好了，一切妥当。待会儿若有冒犯，请何管家见谅。主人已经吩咐，一切听公子安排。好，你听着动静再进来。公子，踹门！谁呀？别踹了！你们是什么人？想干什么？来人！有人闯府！焦正，滚出来！我琅琊王氏百世清明，也是你这贱奴能暗中算计的。哼，你就是焦正。你是何人？王公子，刘大人在郡学设宴，聂阳刘氏的子弟都到了，正等着见您。没空，告诉刘昭，我正忙着。郡学、刘昭、聂阳刘氏，难道他真是琅琊王氏的人？在下焦正，敢问公子尊姓大名？你好大的狗胆，竟敢密报晋灵王，诬告我族叔在荆州侵占田田。你全家有几口人，经得住你这样折腾？都活得不耐烦了，这么急着拉你们主子一起陪葬？
外面确有一辆牛车，车上是聂阳刘氏的族徽。都退下！公子所言，我一概不知。我不过是个外兵参军，哪有资格向靖灵王密报？敢问令族书使？台庄，荆州城里，难道还有第二家琅琊王氏？他说的族书，果然是王泰。原来令叔是王……你这个官当得真好，吃着荆州的俸禄，心里却向着靖灵王，挑唆亲王，污蔑朝氏。我现在就去禀报巴东王，看他还容不容得下你。靖灵王是当朝司徒，巴东王又坐镇荆州。他是说，我表面效忠巴东王，实则是靖灵王安插在荆州的暗桩。这两位亲王若在暗斗，我一个小官卷进去，必死无疑。冤枉！天大的冤枉！我从未与靖灵王通过书信，更不敢告发令叔。别说令叔没有侵占田产，就算他真的……你敢污我族叔清明？不敢。焦某只是打个比方。只是，公子，焦某身份再低，好歹也是朝廷命官。您带人踹门，当众辱骂，可到现在，焦某连您的身份都不知道。区区一个外兵参军，也敢自称朝廷命官？我王家的门人品级都比你高，我的身份也是你配问的。你不说，我怎么知道你究竟是谁？是琅琊王氏就了不起啊！老子要是琅琊王氏，现在早做骁骑将军了，还至于被你个傻缺嘲讽？难道随便来个人说自己是琅琊王氏，我就得跪迎？公子不说姓名身份，焦某怎好？王公子，他爹的，把我家当聚会了。不是让刘昭等着吗？你怎么又来了？这位是谢四娘子的婢女，奉娘子之命来请王公子。谢四娘子，娘子已经回府，请公子过府一叙。让他候着。你回去告诉他，本公子现在忙着，等明日有空再去瞧他。这可是陈俊谢家的谢四娘子，多少名门贵少求见不得，他居然让谢四娘子等着。这大概就是王公子说的装逼。装逼究竟是哪两个字？奴婢告退。明明是公子先去找我家娘子，现在倒说的像是娘子求着见他，这些话一个字都不能漏。卑职荆州外兵参军焦正，参见琅琊王公子。刘昭和谢四娘子一前一后替他作证，这身份已经由不得我不信了。哼，少来这套！你暗通靖灵王，诬陷我叔，真当我查不出来？卑职愿以性命担保，绝无此事。望王公子明察，还卑职清白。不可能啊！明明说的是姓焦。敢问公子，是谁告诉您焦正密告靖灵王诬陷令叔的？是靖灵王身边的人吗？可靖灵王的人为何要把这件事栽到我头上？有人要害我。王公子，卑职只是品级微末的小官，怎么可能与靖灵王有联系？更不敢诬陷令叔。望公子明察，还卑职一个清白。荆州城里姓焦的官员，除了你，还有谁？西曹书角焦裕，陆氏焦文鸯，租曹从事焦晃，不对，好像叫焦旷。主簿府里似乎还有一个姓焦的，城防司也有一名都护姓焦。荆州各府衙左力众多，卑职实在认不全。就是因为人多才问你，我就不信你一个外兵参军能把正军各衙门的人全认全。难道是重名？又或者对方说的不是名字，而是表字？焦正，你字什么？卑职无字。无字？世数有别，我出身农家，即便后来做了军官，也不敢擅自取字，取了也只会被那些士族子弟当面嘲笑。那可能是我弄错了，我再查查。荆州人头不熟，你多担待。走了，不送。对了，若查出真是你，下一次我带巴东王的军令来。巴东王，公子稍后。我家中有本名录，记着不少同姓官员，
请公子稍坐片刻，待卑职找出名录，一一指给公子，耽误不了公子多久。好吧，快把几个好看的婢女全撤下去，换丑的来，越丑越好。把外面粗使的那2个丫鬟也叫进来。老爷，您这是什么道理？那位公子的身份可不一般。你个妇道人家懂什么？嫣儿呢？让嫣儿换上新衣，化好妆，出来见客。告诉后厨，别上那些大鱼大肉的俗菜，这种贵公子什么没见过，拿出绝活，上本地特色菜。不行，我亲自去说。老爷查清了，那婢女确是谢府的人，亲眼看着她进了谢府侧门。好，都快点！谁敢怠慢王公子，家法处置。公子，卑职真是该死。卑职明明记得名录放在家里，可怎么也找不到，许是落在兵财衙门了。眼下衙门已经闭门，卑职明日一早便去取。正好到了饭点，公子就在寒舍吃顿便饭吧。卑职心中不安，请公子一定给卑职一次赔罪的机会。行吧，公子这边请，小心门槛。焦家的婢女怎么都这么一言难尽？看来是焦正特意安排的。这菜看起来真好吃，放到现代餐厅也能当招牌菜。可惜还得维持贵公子做派，不然多少吃个痛快。老爷，郡学的人带了个扇扑火进来，说是给王公子送扇子的。直接领进来，我订了个新鲜玩意儿，保证你没见过。王公子，您要的东西做好了，请过目。很好，就按这个做，6天之内做出30饼，到时前一起结，只要质量如一，好处少不了你的。公子放心，小人一定按时交货，绝不让公子失望。带他下去喝杯酒，再赏几道菜。混账！王公子吩咐还不照办？是。公子，这种扇子嫣儿从未见过，好像是纸做的，不怕坏吗？这一开一合有什么特别用处？能借嫣儿看看吗？就是做来玩的，你若喜欢，以后送你一饼。谢公子。果然是个爱猎奇、好心巧的纨绔子。往后搜罗些稀奇玩意儿，不愁讨不好他。卑职敬公子一杯。公子尝尝这道鸭尖，这酿制白鱼是府上厨子的绝活。王公子，有人让小人把这个交给您。老焦，你之前说自己是什么参军来着？卑职现任外兵参军。哦，对，城外戍卒的人员安排和调动归你管吧？没错。行，那我托你办件事。公子尽管吩咐，卑职一定尽力。阿曲树黄奎壮下属第12队有个叫黑汉的兵户，他明日要调往天门郡。这种调往外郡的军令，军籍已经转出，若要取消，还得与天门郡协调，卑职实在不好办。一个外兵参军，怎么会记得小小戍将的调令？卑职自己也不好办啊。他说的是不好办，不是不能办。焦参军，你胡乱搪塞，是欺我不通军务吗？卑职怎敢搪塞公子？只是此事涉及外郡收了，那个人更得罪不起。一边是琅琊王氏，一边是他，两头都不能得罪。这个人我正在用，我也不逼你。调令延后6天，6天之后他调去哪里我都不再过问。只言会不撤令，既能向那人交代，又能卖王公子人情。公子放心，若只是延子6日，包在卑职的荣幸。那就多谢焦参军了。不敢。嫣儿还傻站着做什么？公子的酒杯空了，快满上。公子如此看重那戍卒，莫非他有什么过人之处？一个粗人，力气大些，用着顺手罢了。倒是那道条令，谁催得这么急，竟让焦参军都为难。军中规程，不提也罢。不知公子在琅琊王氏哪一方？尊父如今可在朝中任职？今夜只谈风月，不谈家门。时候不早，我该回郡学了。何管家，差人回去叫车。是。夜路坑洼，车马颠簸，公子何必受这个罪？上房已经收拾妥当，公子今夜就在寒舍歇息，明早卑职亲自送您回去。已经仲夜，没必要再折腾郡学车马。黑汉的事还要他办，也不好当面驳他。也好，叨扰一晚。公子肯留宿是寒舍的荣幸，快带公子去上房。
公子，这边是你的房间。白檀香是刚买的，纱帐的新旧与其他陈设也对不上。焦正为了模仿氏族排场，倒是下足了本钱。模仿的像不像另说，至少比郡学的学舍宽敞精致。长得挺好看的，不过还是谢星寒更胜一筹。若让谢星寒当演员，说不定能红遍大江南北。可惜没演技，性子又傲，真上什么演技节目，恐怕能把导师挨个怼一遍。焦姑娘，夜深了，回去睡吧。嫣儿不困。你不困，我困了。嫣儿想留下来侍奉公子。是你想，还是你爹想？是。跟了王公子，注定只能做妾，说不定连妾都做不上，只能做个外室。但这可是琅琊王氏的外室，比那些大姓豪强的正妻很清贵。若是生了儿子，再有些运气，说不定能入族谱。到那时，咱们焦家就是第一流氏族。这是咱老焦家100年都碰不上的机会，你一定要把握住。当然，爹不逼你，你若不想，就算了。是我想。我不用人侍奉。拒绝了。我让你多弯腰，你弯了吗？人家不要，我能怎么办？没事，这样的人要么家教严，要么从小就在女人堆里泡大。我看他行事，以为他是纨绔子，想着他今夜没女人会不习惯，正好趁虚而入。没想到这小子到嘴的还不吃。不哭了，不哭了，他不要就拉倒。以咱家的家底和爹的官位，氏族咱攀不上，那就争取嫁个韩庶，也能光耀门楣。往日无事，多从诸友游。独处则诗书阴影自愈，同宴则落拓侧帽，吹牛谈笑。然自穿越以来，一亲弃属，密友逆交，曾无一人在侧。别出声。是你。起身。公子，睡下了吗？方才家中进贼，贼人身手很好，没有惊扰到公子吧？睡下了，我这没事，有劳焦参军了。公子没事就好，小人告退。你不记得我了？昨天在荆州大事，你从马蹄下救了个小女孩，我本来要好好谢你，可你一转眼就不见了。别动！我不动。你把匕首拿开些。你昨天救了我的小妹子，我还没报答你，不会害你的。你为什么在这儿？嘘，上床。都给我滚！小人告退。好了好了，这件事都把嘴闭严，谁敢泄露半句，我割了他的舌头。遵命。不愧是琅琊王氏，癖好也不一般，玩的可真花。你看，我没害你吧7步之内，刀无虚发。你若不信，大可以一试。我没事，是这个干嘛？你救过阿武，我还欠着你人情呢。别说你飞刀厉害，就算你不会飞刀，我也不跑。反正我们无仇无怨，你不会害我。我当然想跑，刚才焦正进门前，差点就跑了。可真跑，大概率只有2条路，要么被他一刀做掉，要么被他抓住当人质。不知道他和焦正究竟有什么仇。若只是飞贼，焦正会顾及我的性命；可若是死仇，双方拼个玉石俱焚，我也得陪葬。你怎么知道他们会回来？第一，你跳窗时弄掉了支窗的竹竿；
第二，我说话的声音不像刚睡醒。第三，焦正走得太干脆，他嘴上没说进屋，心里却已经起疑。既然起疑，就一定会回来探查。那你拖是为什么？房间就这么大，纱帐又不厚，借着火光仔细一看就能看出问题。我一拖，他们的注意力就全在我身上，而且谁也不敢细看。正好你碰落了纸张和烛台，看起来就更像。碰落纸张和烛台又如何？这个很复杂，一时说不太清。我问你答，不许说谎。你昨日救了我小妹，对我有大恩，我当然不会说假话。尽管问，在下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姓名、身份。在下姓刘，名比，是荆州郡学的学子。你认识焦正？今天刚认识。来他家做什么？找他算账。算什么账？他在兵籍册上动了手脚，把我一个手下调去了外郡。他若继续问下去，迟早会问出破绽。得先把他的顾忌提起来。他很怕你，你是士族。怕谈不上，最多是表面上有几分敬意。在下出身聂阳刘氏，身份不能说得太高，否则他会把我当成奇货。聂阳刘氏刚好够用。你不是聂阳刘氏，你昨日在市中扬言让那郡学脚技刘昭来见你。你若与刘昭同族，不该直呼其名。你别看我年纪小，论辈分我比刘昭高，我算是他的五堂叔。平日无外人在场，我都称他的表字名扬。昨日在市集是担心旁人不知，这才直呼其名。刘先生得罪了，不是故意占你便宜的。外面的守卫应该已经松懈了，女侠现在出去正是时候。等天亮的话，恐怕就不好走了。这不劳你费心。你现在喊人把焦正叫到你的房间来，就说有要事相商。记住，只让焦正一个人入内。这么晚了，他怎么会听我的？一定不会来的。焦正贪慕虚荣，惯于攀附士族。你是聂阳刘氏，有事相唤，他一定会来。这次不一样，他刚才带人搜查女侠行踪，眼下还在戒备。我突然叫他，他必定生疑。无妨。你去叫他，若生疑，必定带人进来，到时候刀剑无眼，女侠也未必能全身而退。这些不用你管。可是，刘公子，请你明白，我不是在和你商量。焦正来了会发生什么？我不知道。真动起兵刃，混乱之中，我或许能逃。但也可能第一个死在这里。他很可能先杀焦正，再挟持我冲出焦府。至于出去之后会不会灭口，就难说了。焦正还要替我办事，不能有事，更不能让他死在我房里，否则官府一查，我冒充士族的事也会暴露。我不去。你真以为我不会杀你？当然不会，因为你不蠢。杀了我，既达不到目的，还会惊动焦正，以后你再想下手，只会更难。再说，我虽不是什么甲族贵胄，好歹也是荆土世家子弟。我若出事，整个郡城都会搜捕凶手，我的家族也会全力复仇。姑娘身手虽好，想全身而退，也未必容易。他是吓我的，杀我没有好处，反而会提高焦正的戒心。他救过阿武，有侠义之心。应该不会。我还以为你一点都不怕。战五渣这个短板得尽快解决，关键时候真能要命。你之前说我救下那个小女孩对你有大恩，你不报恩吗？我想报恩，但从来不稀里糊涂的报恩。你让我叫焦正一个人进屋，究竟想做什么？劫持。劫持焦正做什么？问他一件事。什么事？
你要找我帮忙，总得让我知道前因后果，我才能判断能不能帮。什么都不说，就让我替你劫持朝廷官员，我怎么帮？我这个人属驴的，牵着不走，打着倒退。该帮的时候，就算担着天大的干系，我也绝不含糊。但有一条，不能拿我当傻子。开玩笑，要是帮你劫持朝廷官员，我才是天下第一傻子。先拖住他，缓和僵局，再问清他的来路，才能找到他的弱点。伸手。家父是前冠军将军，领禁军前军主将陈天福。谁？你不惊讶？我连陈天福是谁都不知道，惊讶什么？冠军将军这个官职倒有些印象，既然是禁军主将，应该不小。只是南北朝武将地位不高，清流高门甚至以武职为耻，除非陈家本身就是氏族，否则这个身份未必值得他如此自信。南朝有这个姓氏的氏族吗？你不知道我父亲的事？抱歉，在下一直诚心学问，不太知道朝中的事。4年前的上将弃夫案震动天下，你竟然不知道？4年前我年纪尚幼，两耳不闻窗外事。那你总知道唐禹之乱吧？这又是谁？你连唐禹之叛乱都不知道？我一心钻研学问，确实。古有董仲舒教学，3年不窥园。我前几年也是如此，还请陈姑娘多担待。原来是个不通时事的书生，这小子看似迂腐，实则句句试探。究竟是真不知朝局，还是故意装傻？他说了这么多，倒像是在背案情卷宗。可怎么总觉得这小子有些不老实？永明3年冬，富阳人唐禹之因抗简籍之政，聚众为乱，3吴响应，声势浩大。唐禹之接连攻下同黎、钱塘、盐关、余杭数十城，又杀东阳太守和宗室萧崇之，官军不能抵挡。永明4年春，他在钱塘称帝，窃称吴国，尾年号兴平。造反还不到1年就称帝，这也太急了。唐禹之声势日盛，地方无法遏制。天子遂以冠军将军陈天福为前军将军，任平叛主帅。以中肃县子刘明彻为左军将军，任副将。2人率宿卫金军前军左军进军钱塘，大破唐禹之。随后乘胜追击，平定诸郡县，将唐禹之首级传至京都。后来呢？后来晋军平叛之余，大肆抢掠，搜金刮银，不分世数。3吴之地，所过之处，房屋被毁，百姓流离，民怨沸腾，弑杀群议汹汹。此案上达天听，朝廷追查后，认定陈天福敛财，纵兵劫掠，并将抢来的财物装车运回京城。天子震怒，判陈天福斩首弃市，曝尸街头。刘明彻免官削爵，发往东客为奴。原来如此。4年前父亲惨死，还是在他年幼的时候，难怪他身上总有一股冷冰冰的决绝。你是不是认为我父亲死有余辜？这按案情来说，确实不算冤。但我告诉你，我父亲是被冤枉的。冤枉的？我家虽不是大富之家，却从不缺钱。父亲生活规律，不讲吃穿，除了爱武爱马，没有别的嗜好。母亲去世后，他没有再娶，连妾都没纳过，家里根本没有用钱的地方，他劫掠做什么？父亲治军一向严苛，他常对我说，京中高官贵气众多，凡事忍让，总不会有大错，所以他平日行事规矩低调，从不与人争执。这样的人怎么会纵兵劫掠，还把几大车财物偷运回京？我不信。你说令尊是冤枉的，有证据吗？没有，但我知道阿爹绝不会做这种事。还有一个疑点，父亲在斩首前就已经死了。死了？官府推定
他是怕牵连亲属，畏罪自杀。自杀还能斩首？民怨沸腾，朝廷需要给百姓一个交代，所以公开处斩，曝尸街头。抱歉。没什么好抱歉的，人都死了，再杀几次也一样。你怀疑你父亲不是自杀？我不知道，父亲的确可能为了不牵连家人而自尽。若最后定下的是劫罪，按律我会被罚入兵籍。齐律规定，劫罪同级七亲补兵，受牵连的不只是你，还有你的叔伯、姑嫂、堂兄姐妹。你通刑律？略懂而已。齐律还得继续钻研，关键时候能救命。既然你认为令尊有可能自尽，为什么又说这是疑点？查实未清，以父亲的官阶，自尽之后确实可能不再议罪。可这件案子震动天下，父亲难道以为一死就能了罪？他总不会以为靠死就能换来天子的同情吧？不过天子或许真的给这位昔日爱将留了一点同情。定案之后，我被判罚莫为官奴，可有司破例准许我依三品官女之力以赎金抵罪。没有上面的旨意，他们怎么可能如此好心？当然，也可能只是想要钱。原来南齐也有赎金抵罪，看来钱还是得多存。这几年，我一直查访父亲的亲信旧部，他们有的死了，有的被贬，有的逃亡，有的失散，几乎没有一个过得好。只有一个人例外。焦正？难道是焦正？不错，他当年在禁军前军任我父亲的禁卫伯长，负责护卫主帐，深得父亲信任。案发后，他便不见踪影。我以为他和其他人一样，早就死在了什么地方。直到2个月前，我在江州找到当年父亲麾下的先锋营卫，才知道负责押送财物并首告父亲纵兵劫掠、偷运赃物的人就是焦正。所以他不仅没有获罪，反而因为首告作证，又帮助朝廷找到那批赃军赃款，立下功劳。虽然他被调出了禁军，可从品级上看，任外兵参军反而算是升迁。他比父亲其他部下过得好太多了。你说，我难道不应该擒住他，问出实情吗？所以，你愿意帮我吗？你没说实话。你什么意思？你先说你父亲不可能烧杀抢掠，又怀疑是焦正诬陷的他，是不是？那又如何？此案牵动三吴，绝不可能只凭焦正一人的口供就定令尊的罪。令尊乃义军主帅，若真是他下令劫掠，知道这道命令的人绝不可能只有一个禁卫武官。就算命令由焦正传达，出了这么大的事，其他将领难道不会来请示核实？你查过那么多令尊的旧部，怎么可能没问过当年究竟是不是令尊亲口下令？可你刚才只字未提，想必结果并不如你所愿。你既然已经知道结果，又为何夜闯焦宅？真的是为了问出实情吗？你认为自己很聪明，是不是？我只是觉得，若你真想让我帮忙，就该把实话说清楚。你猜得不错，我问过父亲当年的部下，他们都说是父亲亲口下的命令。我不愿相信，可所有人的口供都一样，我不得不信。焦正是我最后要问的人，如果连他也这么说，不会的。这些年，我耗尽家财，奔走江湖，就是为了替阿爹洗清冤屈。可如果阿爹根本没有冤屈，真的是罪有应得，不可能。比起朝廷的公告，比起那些部下的证词，我更相信阿爹的人品。那个沉默寡言、喜欢给我做汤饼的阿爹，绝不会做这种事。爹，女儿信错您了吗？他动摇了，只要劝他主动离开，我就能脱身。疼！你干什么？战力差太多了，烛台只能临死反击，不到万不得已，不能动手。
我不愿伤你，但我不能让阿爹含冤莫决。如果被处斩的人是我，阿爹也会拼尽全力还我清白。焦正，我必须擒下。我数到3，你若不答应，我便断你一指，直到你答应为止。事成之后，青山院自断一指，向公子赔罪。陈姑娘，有事好商量。1，你别。2，这根本不是办法。就算你砍了我的手指，我也不会。3，抱歉。你父亲是冤枉的，但这样问，什么也问不出来。你想，如果令尊真是冤枉的，那背后的水一定深到极点，深到所有人都被迫做伪证，深到令尊根本没有机会自证清白。焦正如果说的是假话，他更不可能因为你抓住他就翻供。翻供就是死。你可以用酷刑逼他，可逼出来的口供有用吗？万一他宁死不说呢？你杀了他，令尊的冤屈还是洗不掉。而且你杀的是朝廷官员，必是死罪。你死之后，谁替令尊洗清冤屈？现在偷袭，也未必能赢。那你说怎么办？我怎么知？此事包在我身上，逼问不如套话。我来套他的话，一定能套出真相。套话？这么重要的事，靠套话就能套出来？对啊，套话很讲究技巧。你看，你进房还不到半个时辰，可你的话不也全被我套出来了？开玩笑，开玩笑的。当然不是开玩笑，套的就是你。那你把焦正叫来，我藏起来不动手。现在？当然。现在怎么套？不能套。能套，马上就套。叫人。你他妈，你懂什么叫套话吗？套话讲究自然而然，顺理成章，没头没尾的。我之前吃饭又没提过，大半夜把人叫过来，人家不起疑，起疑了还怎么套？再说此事干系如此重重，若真有隐情，他能轻易告诉我？铺垫、火候、分寸，这都得掌握好。你什么都不准备，空口白牙上去就问啊？那你什么时候能准备好？这套话讲究契机，得天时地利人和。我现在空有一个氏族的名头，还不足以让他彻底信服，得等他完全信我、服我，然后才好下手。那你如何让他信你、服你？我自有办法。你等着吧，6天之后，我的名头会响彻荆州城。你若不信，6日后自然见分晓。那时焦正一定更加敬我。所谓无欲则刚，焦正有欲，自然不刚。到时候任我拿捏。你放心，这件事包在我身上。你先放了我，6天之后再来找我，到时你就知道真假了。这儿太不安全了，要是被焦府的人发现你，那就糟了。你趁着夜色先逃出去，我就住在郡学，6天后你再来找我。你再坐一会儿也行，反正离天亮还早。刘比，你是不是认为我傻？刘比？哦，对，那是我。当然是你傻，你不傻，难道我傻？怎么可能？姑娘冰雪聪明，和傻子完全不搭边啊！那你让我走，我走了你好逃，好报官，好设埋伏，等6天后我自投罗网。你这人怎么把实话都说出来了？你在说什么啊？我怎么可能是这种人？我既然答应了姑娘，就一定做到。好吧，那你说怎么办？我跟着你，直到你把事情办完为止。我靠，还讹上了，这怎么跟啊？我是一个人住进来的，焦家知道啊。我先前出焦家，等你出焦家后再和你会合。这不妥吧？孤男寡女的。你如果再油腔滑调，我就按江湖规矩让你流血一生。你厉害，哥先不跟你计较，等着，有账以后算。姑娘别误会，我只是说我身边突然多一个人不太方便。没什么不方便的，我救了那小姑娘，今日又救了你，你就当回报。等等，你什么时候救我了？你在开玩笑吗？
当你在右袖中藏了烛台，一直准备刺我，而我却留着你不杀的时候，我就已经救了你一命。玩笑而已。这样的玩笑最好少开，不然我会当真。还有，我事先提醒你，如果以后发现你有骗我的苗头，我会毫不留情的出手。不行，总这么吓人，谁受得了？难道从此以后，我就要受制于此人了？你如果再这么莽撞，那谁也没办法帮你。你做事不动脑子吗？以后交加查看房间，发现了这个，起了疑心，怎么办？那我把它刮掉。你看看，这么深，怎么刮？难道刮下一层来，刮成个坑？都这么大的人了，做事怎么还毛手毛脚的？会飞刀就了不起，就得随时炫，不炫手就痒，是不是？你看什么？做错了还不让说？千里之堤，溃于蚁穴，一个细节不对，就足以毁了整个计划。你就说，交正发现不对怎么办？那现在怎么办？喏，就着这一竖，再添3笔，刻个王字。为什么刻王字？让你刻你就刻。我这是给你收拾烂摊子。危中有机，正愁自己手无缚鸡之力，这不就送来一个高手？坐，你要跟着我可以，但我们得约法3章。你若不答应，我们就没有合作的基础，事情也办不成。那你不如现在一飞刀把我灭了。刚才是我冒失，但你若趁机提出无理要求，放心，都是合理要求。第一，不准再对我使用武力。我们是合作，我还在替你办事，你动不动就威胁打人，既伤我尊严，又影响我判断，还破坏我心情。我心情不好，谋划就容易出错。我们若心不合，力不齐，事情怎么能成？可以，但前提是你别耍花招。若让我发现你用心不正，这一条立刻作废。没问题。第二，你跟着我必须有个名分，对外就说是我的护卫。护卫？不错，既能掩人耳目，你也得真正保护我的安全，尽到护卫的职责，算是我替你办事，你给我的回报。可我没做过护卫。不难，跟在我身后保护我，听我的吩咐。若你吩咐我做伤天害理之事呢？我当然不会让你作恶。端茶送水一类的事，我也不做。行，你是护卫，又不是丫鬟，不过称呼得改，私下可以随意，在外人面前，你得叫我主人，或者叫公子也行。你是聂阳刘氏，本就当得起一声公子。有件事需要说明，其实我不姓刘，我姓王。别忘了第一条。你到底是谁？在下王阳，字之言。郡望何处？琅琊。你是琅琊王氏？是。琅琊王氏的人为何会在荆州游学？游学？我说过，我是荆州郡学的学子。以琅琊王氏的门第，入学本该去国子学，为何屈身郡学？还能为什么？因为是假的。此事涉及家中隐秘，恕我不便相告。那你能否与东野令或少府卿说上话？我父亲的副将刘明彻将军，如今被囚在京都东野，充作爷助奴工。我一直想见他，问清当年的情况，可东野守卫森严，我没有门路。公子若能帮我见到刘将军，我愿做你10年护卫，绝不食言。抱歉，我不认识东夷令，也不认识少府卿，帮不了你。那你家中可有人能替我引荐？我家这一支无权无势，所谓士族不过是个空架子，甚至连户籍都……总之，此事我办不到。此时若给他一个承诺，他必会死心塌地护着我。可我连东市令的门朝哪边开都不知道。
为了活命骗他是一回事，拿他父亲的案子吊着他卖命是另一回事。第3条呢？第3，此事非同小可，若焦正真的有所隐瞒，探查真相就会异常艰难，所以绝不能打草惊蛇，必须等到合适的契机再一击必中。从现在开始，你必须听我的安排，不得擅自行动。何时铺垫，何时探问，由我来把握。你可以督促，但不能逼我。若契机一直不来呢？若你一直拖延呢？1个月，给我1个月，我一定尽全力查明此事。好，这1个月里，我会尽力做好你的护卫。但1个月后，你若还拖着不问呢？那你就可以使用武力。焦正见过你的脸吗？没有。他也不认识你？不认识。那就好，你先走，明日到郡学门口等我。对了，你之前说要断指时提过自己的名字，叫什么来着？青什么？不重要。你是我的护卫，我总得知道你的名字。以后在外面你叫我公子，我总不能叫你陈姑娘吧？青山。哪2个字？青色的青，珊瑚的珊。陈青山。王公子。如果你失约，我会杀了你。放心，必不负所约。昨日喝醉之后，我一时兴起，在墙上刻了个字，焦兄不会介意吧？公子亲手留下的墨报，焦某求之不得，传下去，谁也不许损坏墙上那个字，务必好好保留。待公子名满天下之日，这便是焦府的传世之宝。这马屁拍的倒是熟练，不过他目前确实没露出什么恶迹，出卖老上级不算什么。若那人真做了伤天害理的事，站出来指证也没错。唯一奇怪的是，焦正似乎很有钱。慢些赶，别颠着公子。说好在门口等我，人呢？公子。走吧。这是大起来了啊！这亲事手册，看哪里？你也想挨戒指？不明章句，不通训意，便读不懂尚书，连基本词句都理解不对，又谈何其他？但读尚书，罪既死于句下，章句太苛，训谕太过，亦不足取。汉儒说“月若堪古”4字，竟至3万余言，却不知治尚书的根本在于通经致用。刘昭钻研尚书数10年，果然有自己的见解。即便是后世那些大学者的观点，也未必比不上他此刻讲的透彻。谢四娘子来了，都给我坐下！弈秋会2人议，其一人专心致志，为弈秋之为听；一人虽听之，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，虽与之俱学，弗若之矣。你们看看自己。大人，谢娘子的近系小宁姑娘求见。啊！之前讲特别好啊，谢发生是查庭后的事。先带小宁姑娘去查庭后。先生不必，我家娘子想见王公子。想事情。王公子？哪位王公子？当然是琅琊王公子。公子，请随我来。这笑容怎么像是来算账的？难道是因为昨夜的事，还是写诗的事露馅了？不能一个人去，至少得等刘先生一起。我正在上课，
还请转告谢娘子，稍等片刻。娘子现在正在等你。直言，既然是谢侄女找你，你便快去吧。学问乃千秋之事，于阶不武大，让他等着。这大概就是王公子说的装逼。扇子的销路看来有了。既然是千秋之事，想来也不差这一点时间。不是要紧事，谢侄女不会闯进课堂找人。你快去。我还要继续听先生讲学，你再听下去，我这课就讲不成了。去。那我便去听听谢娘子有何指教。一起。光站着就赏心悦目，要是不找麻烦就更好了。谢娘子无恙。听公子昨日说，等明日有空便来瞧我。小女子何德何能，怎敢劳王公子大驾？所以主动过来，让公子一瞧。谢娘子言重了，昨日之事是我不对，但我并非冲着娘子而去，实在是形势所迫，不得已为之。还请娘子莫要与我这等俗人计较。是不是冲着我，很快就能知晓？来，认一认，是不是见过？一个都没印象。不过这身装束倒像是那天拦车撒面粉的人，只要我不露怯，他们也未必认得出我。敢问谢娘子，他们是？王公子不记得了？你们见过的。是吗？在哪儿见过？认出来了吗？此人好像有些相像，但当日离得太远，小人不敢肯定。近前看，仔细认认。是。请让开，主人命我近前辨认。得罪了。退下。捡到宝了。谢娘子见笑，他是我的护卫，身手嘛也就一般，还算过得去。好俊的身手，好俊的美人，王公子不介绍一下？护卫而已。谢娘子今日找我，究竟所谓何事？你昨日找我是为了什么？我什么时候找你了？哦，对，我当时确实有事找你。什么事？现在没事了。这小子到底会不会说话？短短片刻，竟让我生出几次想揍他的冲动。你让我抄的那卷书有后续吗？有。是答案吗？是。那些问题你全都答得出来？当然。那你为什么不直接把答案写出来？答案都写出来了，谁还拿下一卷？我这一卷提问算是预热，等预热够了，下一卷发答，到时候肯定卖得火爆。对了，说好抄300份，算上今天还有5天，你盯紧进度，别耽误了。你要卖书？对啊。我还以为你让人抄这么多是要送给学界名流。对啊，再送刘先生一份，子介一份，我自己留一份当做纪念。如果谢娘子喜欢，那也送你一份。陈姑娘，要不要也给你留一份？剩下的全卖。你让我抄的300份都卖？当然。那些书商只会买1份，再抄上成百上千份，你不知道？知道，但我的书出的最快，价格也不贵。更重要的是，我有钩子，能让他们一份不落的买回去。什么钩子？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鬼点子倒不少，可惜不走正道。我怎么就不走正道了？俗云以子黄金满盈，不如一金。你专精尚书至此，却把心思放在商贾小事上，在荆州也就罢了，到了健康，你必被物意所非，轻则仕途受损，重则弹劾易罪。他说的没错，士族最重名声，商贾之事一旦沾身，
便会留下污点。黄金再不如一斤，关键是我没有黄金啊，不用心思哪来的黄金？再说商贾是小事吗？自古崇文忌商，我虽崇文却不见商。文能为天地立心，商可为生民立命。商为生民立命，我随口说的。你少瞧不起人。霍竹之力，工商是营，不是只有你才懂经商。我很早便开始打理家中产业，这次来荆州就是为了处置生意。怎么不信？谢娘子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至于打理产业，荆州几大锦厂倒闭，如今布匹紧缺。我家的货船8日后抵达，满15艘船锦缎，到时你自然知道真假。不过我只在幕后主持，不会亲自抛头露面操办。士族经商的很多，但大多都居于幕后。我只是提醒你，不要因小失大。你将来是要定品入市，一旦染上商贾之色，轻则未患受损，重则弹劾易罪。定品入市，一来琅琊王氏的身份是假的，中正定品未必能蒙混过去；二来骁骑王朝不知还能撑多久，谁也说不准。做官时机不对，搞不好把自己折进去。先攒钱，其他的以后再说。娘子的忠告我记下了，日后一定注意。不过我有个问题。什么？娘子家的船队把锦缎运到荆州后，还要运货回健康吗？当然，船队往返一般不会空船。那回程运什么？要看健康和荆州的市价差。以现在的时节来说，你问这个做什么？我有一笔生意想和谢娘子谈。娘子请看，此物名为折扇，是我找人定做的，世间唯此一柄。总之，此物用起来风流倜傥，比罗扇、团扇什么的好多了。成本20钱，售价100钱。我准备运1万柄到京都售卖，谢娘子只需负责出船运货和京都销售，最后卖出多少钱，我分你一半。先让令尊用上一柄，再送给叔叔伯伯们。1万柄折扇很快就能售罄，卖出100万钱，你便能分到50万。新鲜是新鲜，只是使用时要反复开合，除了少数人图个新鲜，谁会买？这可不只是好玩。感觉到了吗？暂时不懂也没关系。5日之后，此扇必定风靡荆州，到时候你自然知道它有多受欢迎。好，若5日后折扇真的风靡荆州，我便与你合作。但你要先答应我一件事。什么事？今日申时初刻有一场清谈雅祭，你随我去，我要和你再比一局，堂堂正正的比一局。说得像上次不堂堂正正一样。我愿与娘子再比一局。你若输了，就把你的真实来历告诉我，不许说谎。他看出破绽了，知道我不是琅琊王氏的人。真实的来历？谢娘子这是什么意思？我没什么意思呀，王公子是害怕我问吗？这有什么？谢娘子若赢了我，我自然如实相道。你想做什么？我没想做什么呀。谢娘子是害怕我做什么吗？无聊。今日申时初刻，我家娘子来接公子。不必麻烦，告诉我雅集地址，我自己去便是。恐怕没有我家娘子，公子未必进得去。你既然有钱养护卫，不如先换件衣服。换衣服？真正的玉林布在阳光下会透出淡黄色的光晕。当今天子数次乘龙舟游江，进士撑船时穿的便是这种布。你这件衣服用料似是而非，普通人看不出来，懂行的人一眼便知真假。我差点把这事忘了，不是忘了，是故意不去想。只有把它当成真的，我才有底气继续扮演琅琊王氏。说起来惭愧，一个连体面衣服都买不起的琅琊王氏子弟，真的不会引人怀疑吗？他难道没有怀疑？若他怀疑，
今日为何还要大张旗鼓的来找我？难道只是因为与王管学论辩需要用到我，所以暂时隐忍？多谢谢娘子。顺路而已。我说的是，谢娘子今日特意来郡学找我，她今日当众点名见我，是在替我铺垫身份。琅琊王氏子弟在郡学读书的消息，很快便会传遍荆州。日后我代表郡学出战，也会顺理成章。他是为了郡学，但这份背书确实替我省掉了不少麻烦。他到底有什么目的？又或者，他今日的大张旗鼓，本身就是危险的开始？你的玉灵白块衣真的是假的吗？你听谁说的？谢娘子说的。她只是看错了。连谢娘子都能看错，你究竟是谁？陈娘子今日问题不少。我只是想知道，你是不是一直在骗我？雅集快开始了，是真是假，到了雅集自然见分晓。罢了，礼不可废，礼不在貌，在心。儒家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，你把自己饿成这样，要挟吗？儿子不敢，我只是想回郡学。主子，饭菜到了，送进来。拿走，我不吃。又不是给你吃的。汉妇有言，持牛之余，菜以笋仆。会稽人喜欢蒸笋，说是味全，我却喜欢用高汤煨或者用熟油炒，炒得油光四溢才下饭。入味了，坐下，我们边吃边说。说错了，是我边吃边说，你坐着听便好。郡学裁撤已定，你兄长没有和你讲清楚吗？事定不定由天，心静不静在我。无论结果如何，我都想为郡学尽一份心。况且有王谢两家相助，事情未必不可为。王谢，哼，谢肥倒是生了个好女儿，把多少高门公子都比下去了。至于王家，你说的是那个王阳。他学问精深，远胜于我。单论尚书一门，我看就算国子学博士，也未必强于他。这个人，你以后不要见了。为什么？还有一碗粥是你的。父亲，我东阳不振，消续衰废，我可以给临川郡王写信，推荐刘昭出任东阳学官。郡学学子愿意跟着去的，都可以挂籍东阳，前提是你把它喝了。东阳郡，可东阳郡在妖州，不在荆州。只要学问可以传承，荆阳又有什么分别？借这个机会把你们的学攀传到东阳，说不定这是学攀发展的契机。当年郑玄师从马融，学必辞归，马融曾叹：郑生今去，吾道东矣。如今经学东习，难道就不能有蔚然成事的一天？经学东贤，这个提议只在我出门前有效。多谢父亲大人指点。王公子，学安。刘昭刚才说挂籍已经办妥，郡府户口簿上已经造册。我现在算是有荆州的临时户口了，虽然原籍写的是义兴，但总算脱离黑户了，在荆州州内有据可查，应付一般查问足够了。王公子这是何意？上车。我家娘子让你上车了吗？这是我家娘子的车，公子坐的车在后面。
我只是看这辆镜。登徒子，走啦。这是今日雅集的宾客名录。羽翼既是主人，也是裁判，这两个官职品级很高。巴东王友、平南陈军，你都不知道？我久居一星，对荆州官制不熟。我知道了。你又知道什么了？你所谓的流行款，其实是因为没钱。谁说我没钱？你没有玉，我不喜欢。你也不用熏香。大丈夫不用香。你没有牛车。我喜欢走路。你的随从呢？行，我没钱。真正的玉灵衣多少钱？我可以借你。别误会，我只是看你这个世家公子混得有些惨，到时你再还我1个月3分息。3分息？你怎么不去抢？那就2分。谢娘子，你有钱雇美人护卫，没钱换衣服？你不知道，我们一星流行这种细纺葛布，玉林布反而俗气，没人穿。所以你没钱？谁说我没钱了？你连玉都没有。要不我借你一些，月5分利。你怎么不说10分？你若说10分利，我就多借你一些。王公子、谢娘子，请随我来。羽翼知道我要来，主人已在府内等候。他们只知道你是琅琊王氏，在郡学就读，其余一概不知。放心。这有什么可不放心的？是吗？那王公子可真是心怀坦荡啊。他好像知道些什么，可他到底知道多少？清谈什么最重要？感觉对了，在清谈中取胜，就像拈花摘叶一样简单。那日巴陵郡4个顶尖的清谈大人围攻我一人，我连口茶都没喝，就和他们辩。我一指地上日影，说日影动前，若我不能破你们的论，就直接认输。结果怎么样？就4个字：势如破竹。这谁呀？这么能吹？陈郡谢娘子到，琅琊王公子到。陋室寒舍，得王谢同临，幸甚之至。于先生客气。先生客气，要说幸运，我们才是幸运。先生蝉蜕萧炎之中，卓然陈慧之外，高明便于荆楚。今日能得先生主持清谈，幸莫大焉。都说谢令有女，果然不虚。请坐，王公子也请坐。四娘子无恙，这位便是王兄吧？小弟琅琊严佑成，表字安康，幸会幸会。在下王阳，字之言，见过严兄。王兄客气。敢问王兄是琅琊王氏哪一支？为何会来荆州游学？他带我来这里，或许也想借严佑成之口探我的身份。在下祖上乃进士名臣，官至右军将军、会稽内侍。王右军，惭愧，先祖名闻天下，只是我这一支家道早落，说起来实在愧对先人，不提也罢。王兄不必介怀，咱们衣冠之家起落之事常有，以王兄的才华，一定能重振家业。说得像你知道他的才华一样。王兄当然有才，不然四娘子哪能邀王兄参加清谈？我还听说长城公主想和你清谈，你一直不允，怕是瞧不上公主的学问吧？我可没这么说。那就算我说的吧。四娘子当世才女，高标自持，能入四娘子法眼的能有几人？说起来，就连我也曾差点败在四娘子手下。去掉差点2个字。就是差点，我那日是头疼。连续2次头疼。你不头疼你不知道，
我是专门找过医家看过，还用了药的。若非头疼，我怎么可能不继续谈下去？是。钟会的四本论，我从小倒背如流；嵇康的生无哀爱论，我批点过几遍。为什么说心有盛衰，生意隆沙？这其中的官道就在于这正分俩。这哥们儿是真能看。有眼无眼，无心傍爱，确实有的屁。不过听他言辞，确实有点东西。那次我与季东江是三兄弟交锋，来回多少番，谁也不肯认输。要不给你找个座位？那次我与季东江三兄弟交锋，谁也不肯认输，最后我一言而决，一句话便定了乾坤。你们猜是哪一句？是哪一句？文山兄到了。于先生，四娘子，河东柳城字文深，见过王兄。琅琊王阳见过柳兄。礼数周全，却不露半分好奇。河东柳氏的贵公子，果然比严佑成沉得住气。安康，继续说，定乾坤的究竟是哪一句？你来了，我哪还敢班门弄斧呀？有柳大公子坐镇，这乾坤我定不了。先说好，待会儿清谈，你开口可得缓一缓，不然我们都没得谈了。乱说，有谢娘子、王公子在，哪里轮得到我擅长？就是应对你，我也未必能如意。听说你近日读《逍遥游》，自谓悟出了前人未见之真意。那夜我将《逍遥游》连读10遍，反复揣摩文词，读到第11遍，突然明白了，《逍遥游》的题眼不是逍遥，不是无所待，更不是游无穷，而是一个大字。大字作眼，我读博后才悟到这一层，后来才知明清之际的凌云聘早有此论。严佑成年不过20，未见后世研究，却独得此见，甚是难得。所谓大，既是境界之大，也是形体之大，更是了。真让你说完，今日清谈便要改日了，把话留到清谈时再说。行，于先生，不如现在就开始。谈完之后，我还要向您讨杯酒喝。好，上陈伟。立论者执蒙伟为主，其余人为客。客若破论，便可夺走蒙伟；主若立起新论，也能重新夺回。所谓清谈，就是一场蒙伟争夺战。我要和你再比一局，堂堂正正的比一局。说得像上次不堂堂正正一样，难怪他一直不服。上次他没执谋伟，题目也并非三玄，还没来得及立论，就被我先声夺人。谁愿捉此？我来。送到安康面前。你们真不要？严兄请。我嗓子有点干，还是先歇歇，听你们立论吧。既然如此，主讲人便从我们3人中选。四娘子、王兄可有一职陈伟？既然2位都谦让，那便由我来。你不能立论。为何？你一立论，固若金汤，我们还谈什么？除了认输，哪有开口的份儿？物无非彼，物无非是，自彼则不见，自知则知之。世上哪有固若金汤的立论？既然有论，就是让人破的。不行不行，汝之钝坚，莫之能信也。让你捉了谋伟，今日便成了你一人的清谈。要不让王兄来？我还从未听过王兄立论。那就请王兄，我没什么心论，还是你们来吧。拿陈伟来。我有桩老乡议论，诸君静听。相异不是相同。世坛玄学者，皆将老庄并观，称其一脉相承，俱为道家渊入。但我以为老庄乃2种学问，判然有别，不可并举。其一，老子言帝王之术，治国之道，故曰侯王若能守之，万物将自化；
又曰治大国若烹小鲜。庄子却以天下为累，不如保养己身。他盛赞让王，曰帝王之功，圣人之于事也，非所以玩身养生也。又曰老子讲治国，庄子讲治身，故老子讲治国，庄子讲治身。其二，老子重胜负，教人不争，实则是为了争。天下莫柔弱于水，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。弱之胜强，柔之胜刚，着眼点皆在一个胜字，机心重矣。然庄子曰：机存于胸中，则纯白不备；纯白不备，则神生不定。神生不定者，道之所不在也。故庄子言作妄，言离行去之，言神权，皆为去机心，顺其自然，何谈胜负？其三，老子畏死，恶死，死而不亡者寿，强梁者不得其死，舍后且先死矣，皆以死为不好的结局。庄子却以死生为一体，如日夜春秋轮转，无需悲戚，更不必厌恶。故曰：死生命也，其有夜旦之长，天也。其妻死，庄子鼓盆而歌，夜梦骷髅，骷髅死而不愿重生。此三点皆与老子相异，故我谓老庄似同而非，迥然而别。王公子以为如何？高见甚是。四娘子历任旌旗，明理通胜，若无可难者，则我有。你说老子讲治国，庄子讲治身，我以为大谬。老子难道不讲治身？老子云：爱以身为天下，若可托天下，这不就是治身吗？庄子难道不讲治国？也讲。否则应帝王这一篇是从哪里来的？爱以身为天下，若可托天下，落脚点仍在天下，而非爱身。这是教人如何选择可托天下之人。庄子在右篇也有几乎一样的话：爱以身为天下，则可以治天下。照你方才的说法，庄子的落脚点不也在天下，而非爱身吗？栽了吧，这就叫以子之矛攻子之盾。所以庄子为免后人误会，特意说了故天下大器也，而不以一生。又说道之真以治身，其序语以为国家。这不是明白告诉你以治身为主吗？可他还说自诩以为国家，这不也是治国吗？你吃饭多，吃菜少。我说你以吃饭为主，有问题吗？可恶！那应殿王，应殿王只是借帝王之事说无为之理。就算你强说他讲了帝王之道，庄子内篇7，外篇15，杂篇11，应殿王只此一篇，这不又回到吃饭为主的道理了吗？我说庄子讲治身，是指他与老子的侧重不同。譬如郡学刘先生课上讲尚书，中间穿插一点礼记加以印证。课后我概括说，刘先生这节课讲了尚书，何错之有？哎呦，不行，我得缓一缓，头又疼了。文师兄，你来，可不许怜香惜玉啊！严公子小屈，柳公子可深乎？柳公子若有驳斥之说，星寒洗耳恭听。王兄先请。又不是禅让登基，还要3让3请，这哥们儿真能端架子。王公子，请指教一二。谢娘子才辩清通，词欲响博，我是沾之在前，呼焉在后，哪里敢谈指教2字？还是让柳兄来吧。王兄过谦了吧？听宗侧说，你曾在清谈中赢过谢娘子1次，怎么今日惜字如金？真的？琅琊王氏，家中落魄，郡学弟子，却能如玄双修，还赢过谢星寒，有点意思。上次游戏一谈，侥幸而已。今日谢娘子力问如此精深，我哪敢妄之一词？原来只是个花架子。王兄确定不来？你磨不磨叽啊？在下学历实在有限，柳兄请便。方才安康驳其1，我便接着他驳题2。四娘子说老子着眼于胜，故而机心敲重，但我以为胜与机心未必相关。若言胜便是机心，那庄子说胜物而不伤，又说以众小不胜而为大胜也，岂不也成了机心？这不一样。老子所言是极功利的胜，
弱胜强，柔胜刚，天下之至柔，驰骋天下之至坚，近乎算计，可用为权诈。所以韩非引老子之说，言勾践将欲取之，必固与之。主道杨哙诸篇，也深道德极之意，用作人君欲下之术，机心深矣。弱胜强，柔胜刚，皆是自然之理，说理便是功利。那我说树高于草，鹏大于学娟，虎豹熊狼猛于鸡豚牛羊，岂不也是功利？当然是功利。庄子讲齐物之论，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昧，而泰山为小；莫寿于商子，而彭祖为妖。举田与营，利与西施，道通为一。你区分树草棚居，自然是功利。糟糕，小心还要被人抓画饼了。既然道通为一，那你为何又要说老拙相异？四娘子所说的第三点也可驳。老子并非畏死饿死之人，否则他不会说吾之所以有大患者，为吾有身，即吾无身，吾有何患？又言飘风不终朝，骤雨不终日，天地尚不能久，而况于人乎？这分明是超脱勘破之言，并非惑于生死。只是世人会死饿死，圣人欲行教化，便不得不借人情所恶之事取弊设理，以警众心。即便庄子也有日遭一窍，7日而魂论死之句。难道庄子也认为死是不好的结局？不过是预言借势言理，不得不如此罢了。孟子云：说诗者，不以文害词，不以词害志，以义逆志，是为得之。读书最忌死于句下，若困于1-2字之内，陷于3-4句之间，却将整篇文辞置之不顾，便容易昧于真意，南辕北辙，终生不解。惜哉，痛哉！我辈读书之人，于此处不可不慎。王兄以为如何？怎么又点我？不过孟子这套读书法确实是千载不易之论。柳兄之言，与我心有戚戚焉，高见甚是。文身兄之谈，理胜明通，足堪定论。此次清谈拔得头筹者，非文身兄莫属。若是如此，四娘子定然不服。四娘子可愿将陈伟一借？道家者流，成于老庄。二人都说道，说无为，说正犯，说决胜弃之。庄子成于老子，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，庄子便说大道不称。老子说大辩若讷，庄子便说大辩不言。老子说我无为而民自化，庄子便说汝徒处无为而物自化。故太史公说庄子要本归于老子之言，信矣。当年王义福问阮行，老庄与一教同义。阮行答曰：将卧同。此言甚善。庄老与儒家本无二异，老庄既然同源，又如何能强分彼此？庄子天下篇言，道道将为天下裂，并非道道本身分裂，而是天下谈论道道之人将其割裂了。谢娘子此论虽奇，却是列大道，混世同，心则心矣，难免空疏。庄老相异之论破矣。不是这么认真的吗？难道还有什么旧怨？文身兄平日虽傲，却不张狂，今日怎么突然往死里打脸？诸位若无异议，此次清谈便以柳公子为胜。文身兄着实，吾等莫能及也。柳兄高见。你若胜不了他，扇子的生意便吹了。还是有些许瑕疵，还请王兄指教。指教不敢当。请问柳兄，道术将为天下裂一句，点区何处？庄子天下篇。既然出自天下篇，那我再请问柳兄，天下篇隶属各家学派，为何将官老并为一处，却把庄子单立一家？庄子卓然成家，单立一家有何不可？既然卓然成家，自然有自己的学问。若庄子处处照搬老子，何以成家？
既然成家，便定然与老子有所不同。卓然成家未必要不同，集大成亦可成家。集大成点去何处？孟子万公下，孔子圣之始者也。孔子之谓集大成，所以柳兄的意思是，孔子的学问都是从旁人那里学来，孔子之学与他的老师们并无不同。我何时这么说过？孔子开宗立派，怎么？道隐于小成，言隐于荣华。王兄考高字词，就算寻得一二口实，又有何意义？不过是言谈上的取巧，与玄理无异。好，那我们便只说玄理。老子曰：无名，天地之始。庄子却曰：道无终始。一言有始，一言无始，这便是老庄矛盾之处。老子说无名天地之始，又没说道是天地之始。老子又曰：天下万物生于有，有生于无，这是无生万物。老子还说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，这是道生万物。无即是道，所以王弼说道者无争冲也。道生万物，无亦生万物，道与无俱能生万物。万物之生本于一源，如何会有两个根源？人之生有父母，造化之生有阴阳，既然人可由二者而生，造化如何不能有二？反应倒是很快。有物浑成，先天地生，吾不知其名，强自之曰道。又有太初有无，所以无即是道。前一句出自老子，后一句出自庄子，二人立论概念不同，岂能混为一谈？既然庄老无异，道通为一，又如何不能放在一起谈？中计了，我当初驳倒谢星寒的论点，竟被这小子原样用回来了。其实庄老相异之处不少。庄子言逍遥，言大鹏，言百川贯海，言窝角之国，渺漠宇宙，细薄圣贤，开合大矣。老子曰辞，耶简，耶不敢为天下先，小心甚微之处，过于庄子。所以老子所推崇，无过圣人。庄子却多言神人、真人、智人。老子曰：是以圣人能成其大也。然老子所大之圣人，在庄子心中为小，故曰：智人无己，神人无功，圣人无名。三者之中，圣人最下。老子书中喜用常字，复命曰常，知常曰明，不知常，妄作凶。无疑申央，是谓习常。然庄子喜言天地之大化，故重无常，所以大宗师篇中说化则无常也。老子一说无为，无为而无不为，以其不争，故天下莫能与之争。庄子一说无为，然庄子之所谓无为者，是行其所不得不行，指他们不得不止，是知其不可奈若何，而安之若命。所以庄子说，故君子不得已而临立天下，莫若无为。这不得已三字才是精髓。而老子则孜孜以教人君。庄子天地篇言，一致官言天下之君正，以治官分，而君臣之义明。庄子分明也教人君。是啊，此是其不得已处。好不容易找到的论证缝隙，竟被他一句话轻轻带过。老子用心于治世，故而有小国寡民之畅想。庄子于世却常在曲避，所以说往矣，吾将夜尾于途中。老子言道，玄妙高尚，玄之又玄，众妙之门。庄子言道，则说道在蝼蚁，道在始逆。天下篇中说庄子之学，上与造物者游，而下与外生生无终始者为友。又说老子观隐之学，见之以常无有，主之以太一，以人若天下为表，以空虚不毁万物为实。这正说明庄老虽然同源，侧重却各有不同，所以二人之同，证据清清楚楚，其义亦不可抹烈。所以我说，谢娘子所立庄老相议论，坚如磐石，牢不可破。